直播的。一套新拆的睡衣，买了好久好久了，一直都没有拆。还没睡醒你就来看我啦，让我的声音伴着你慢慢醒过来。金贵的关系2980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不要相信其他人给你们发的某私某信哦。平时拍拆箱视频，你们说我敢拍拆箱视频吗？啊，每次拍开箱视频的时候被骂的像狗一样，我的衣服都只能上身穿，给你们开箱每次都被骂的像狗，说我土，说我有钱没眼光。哎，有些人呀，赚再多钱啊，那个眼光还是提不上来。再就是说，哎呦，什么对衣服的品味，这是许最大的短板。我真是不想听你们这些人的智慧发言，好吧？不是我的衣品的问题，是我不想好好拍。你们不知道，是我懒得好好拍。还有怪小助理，他每次给我拍的像个狗一样，其实我现实生活中可美了。你们不信，你们去问他。是的。其实那穿的现实生活中都挺好看的，那么拍那个别人拍出来都是9头身，他拍出来都是上长下短，他太高了，你们知道吧？他恨不得有1.88米，他拍我就像个矮人国里头出来的，烦死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先点播关注啊，然后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啊，好吧，然后咱们今天可以开始连麦了。咦，今天开了半天，允诺 OK。 Hello， 你好。你好，你说。曲曲你好，我是那个金贵的学员，然后虽然我比你大很多，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很有智慧，也很欣赏你。谢谢。我现在来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我43岁了，扯了快乐症，女儿跟父亲，然后体制内的一个小负责人，年入30多万吧。在新一线城市3套房。今年8月份在软件上认识了一个男士，38岁，比我小，然后建筑设计师，年入100万，家底比较丰厚。他是前2年从外地来到武汉工作的，也是扯了快乐症的，然后儿子跟母亲在另外一个城市。然后我们接触都挺正常的，前面都很好。但我起初接触的时候，我感觉他还是在和别的女孩子在约。然后11月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感情是很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没有约的。然后他也很会照顾人，前后给我送了10万左右的礼物，衣服和包包的礼物吧。哎，断了，重新连一下。都说我做啥项目变好看了，我没有。我这个人虽然很能花，但是我在脸上基本上是不花你的。我靠什么呢？靠你们呢？靠你们每天来滋养我呀，靠你们让我快乐呀，是不是？猪女孩的猪言猪语让人重返青春呢。啊，你们不知道吗？你接着说。连上了吧？你接着说。然后春节期间呢，他儿子来了，然后就联系的变少了。期间他回老家后就没有主动联系过我了。春节有1周没联系，等他回来后我们约了一次，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联系，他说他爸妈阳了后身体不好，他又要做饭又要带小孩，所以没时间。我们当晚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好像跟其他人在聊，没有看到内容，只看到了名字。然后呢，我回来后就那2天心态就很不稳，然后落差也很大，我就觉得前段时间我们相处挺好的，现在就冷淡下来了。然后我就跟他发了一个分手的信息吧，大概意思就是我很喜欢他，但
好像不太喜欢我了，然后也不想联系了，可能只是不想开口说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做普通朋友，我帮他说，很幸运认识他之类的话，但他只回了一个那就做好朋友吧，然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吃饭聊天，我就说我很好啊，给我发好人奖，然后开心啊幸福啊，然后我感觉他这是接坡下驴了。我的问题有2个，一个就是我的感觉是不是对的，我感觉他好像是等着我说噻，然后是我太敏感了吗？因为我跟他打电话或者联系他，他从来没有不接电话，也没有不回过信息，都还挺及时的，只是说后期不怎么主动了。正确的操作应该是怎样的呢？第2个就是其实我还是蛮喜欢他的，也很不舍。这样操作后我就觉得我好被动啊，我现在好难受。想挽回有没有可能呢？如果有可能的话，该怎么操作？我就这2个问题吧。能接受他，你不是他的唯一就可以，就这么简单。他还要跟别的女生接触，他还不可能只跟你好。你的价值框架没有打到让他去担责你的这个点位上。我知道我的价值框架肯定是达不到跟他在一起的。我觉得说，我也不要求什么以后要跟他结婚啊什么的，我也没有这个婚姻的要求。但是我现在还是很喜欢他，我也觉得跟他在一起呢，他还挺会照顾人的，而且对我也很好。我这么多年了，我虽然那么大年纪了，但是我一直是为了小孩在生活，所以没有什么谈过感情。现在就是可能自己太玻璃心了，把这个操作就很烂了。然后看了你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确实操作错了。然后我就觉得，反正我刚才跟你讲的是一个前提嘛，只要你接纳这个前提，那么你再去挽回没太大毛病。我跟你讲的是一个挽回的前提，就是你能接受你不是他唯一的相处对象，作为他的1/N的存在 ，OK 了。那你就接着跟他见面，接着跟他约会就好了，就是不用在乎这个所谓的分手还是在一起的这个身份，其实没有差别，懂吗？我怎么开口呢？我该怎么操作呢？就比如说问一下，就说这2天还有没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出来吃个饭呀，对吧？朋友不能见面了吗？出来玩呀，出来吃个饭呀，出来看个电影啊，干嘛都行啊。这样再找他那个关系是不是就不可能再回到之前那样了呀？不是的呀，他只是不能给你这个身份而已，你都不要这个身份了，还有什么回不回得到之前的呢？但是确实跟这种男的在一起会让你很内耗的，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因为你会很喜欢他。女孩子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很喜欢他，那你说没有占有欲那是不现实的，那是不可能的。你受不了他给你的一点点的情绪上的波动，到最后只会搞得自己蛮痛苦，知道吧？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现在就有一点，我就觉得好像是前段时间有点内耗，我就说算了，我就不能让自己在内耗下去了，所以才这样发一个信息，很冲动的。但是我现在又很难受，我就想难受是正常的呀，因为你的预期里头，你发那个信息的时候，并不是想好了被他借坡下驴的，你发那个信息的预期没摆对呀，你发那个信息的预期是等着他来说一些好话来挽救的，这个是你的预期，但是你的预期错误了，你的预期立在这儿，但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最后产生了落差。然后你当然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啦。就是一直知道他在约别人，他也还在软件上面也没有下来。但是我前期我都可以忍，我没有什么，但是我就不能，就是最后的他对我。前期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关系很好，后来又对我冷淡了后，我就有点接受不了。我想之后他可能这种冷淡会经常出现，对不对？会的呀，肯定的呀，因为都说了你不是唯一性的呀，你不是唯一的呀，那他当然会经常冷淡了。
还有一点，不是唯一的，他是一个新鲜感转移的非常快的一个人，知道吧？他跟你好个几天，他就又对别人有新鲜感了，他就去跟别人好了。而且这种男的，他本身对自己的定位的人设就是他认为他自己是个钻石王老五，他觉得他没有 settle down 的必要，你懂吗？他能够给每个女人关怀，每个女人关爱，他很享受大家都很留恋他的这种感觉。那我就自己想好能不能接受他之后这样子，最后不理我了。对呀，对呀，你只是去延续这段关系，对吧？延续这段关系其实无所谓的，想联系就联系，想约出来就约出来，就好了。好的，那好，谢谢。拜拜。哎，该花的钱也花了，人家这男的也不在乎花那点钱，懂吗？他就是拿这个钱，他就是出来让你们这些女孩子为他恋爱脑的，这个就是他享受的一个感觉，留恋花丛中，知道吧？是的，做朋友比做恋人要舒服，这种人没必要。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连麦是否直接刷礼物？是的，刷4000个币的礼物，但是提前要看一下我们连麦规则啊。连麦规则还有金贵的关系怎么看？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来下一个。对，我们是只限女生连麦啊。Hello， 你好。蛐蛐，你说。哎，你好，是这样子，我先给你说一下我的现状吧。就是我这边呢，现在是工作在3线城市，然后是90年的，年收入的话，基本上150个 W 左右吧。然后现在事业也比较稳定了，固定资产呢也都比较稳定，差不多在300个 W 这样。然后现在就是我在今年的11月份这样子吧，然后有谈恋爱。对方的情况呢，他是就是刚留学回来的，然后岁数要比我小5岁，就是现目前的话他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然后家庭情况的话还尚好。主要是他回来的这个原因啊，是回国来探病的，所以说我们2个人现在的情况就是本来是经朋友认识的，然后在一起呢差不多有2个半月吧，感情也算稳定，然后在一起的时候也有就是进一步的准备，打算就是有下一步的一些规划吧。但是就是在过年前的时候，然后因为自己的原因就没有准备好，就是现在的情况呢是一个求的情况，带球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然后就是我们的性格很合适。他家里啥条件？家里的话，我觉得应该和我们家里的条件差不太多，就是比较对等吧。就是从他的描述来说，因为现在还没有就是。你俩多大？我这边是90的，我要比他大5岁。那你就直接就往下一步走好了呀，让他跟他父母说呀。对，有跟他问过，就是他这边是怎么考虑的，就是他也很直接的回答我，就是他认为应该就是往下一步一步的走。对呀。但是现在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他回来是，然后探病的过程中，他们的家人就是有离世，所以说就会牵扯到一个。他可能不太敢提这个事情，然后另外就是他现在因为刚回国嘛，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是进行下一步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他父亲的配合。现在就卡在这里。卡啥呀？他去开口啊，让他去说呀。卡什么卡嘞？这卡的娃可是会变大的嘞。对，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很难做决定，因为本来今年我也有一些其他的事业上的规划，然后也有几个新店陆续要开张，所以说我现在就卡在这里。从年龄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是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往下走，就是往下走。然后那就是往下走。对，然后我跟家人也都没有说过这个事情，但是
他现在因为经济没有独立，所以他的话语权很少。他父亲呢是想让他，你经济独立了，经济独立了，对。但是那我要是比如说他这边谈不妥，我要是回家的话，就是很难去跟家里人谈妥。他谈不妥，你让他先谈呢，他谈不妥，你自己再决定把这个男的踹了还是怎么样啊？好的，那就是我现在先还是按照原计划，让他先跟家里人去谈。那谈的这个过程中，就是需不需要直接明确的告诉他，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的条件是哪些？现在因为我大概已经有个想法了，就是如果现在带球情况的话，那我们肯定要有一个固定的住所，然后另外就是现目前的这些生活开支，我们2个人加在一起的话，差不多1个月得4-5个 W 这样子。是需要说让他把这一部分未来预计要发生的这一部分也要跟家里一并去谈吗？这些事情我觉得可以后面让你的爸妈再去谈吧。首先是让他先跟他爸说这个事儿，看他爸什么意见吧。首先别人要表态吧，说我们家怎么想的，然后肯定要见面吧。见了面以后，他们家得有个说法呀，你得知道他们家说法了，然后你再想啊。你可以再说那我回去跟我爸妈商量。他们家大致的意见，其实我能知道，就是因为他之前有跟我说过，他家庭是属于离异家庭，然后他父亲这边有一个女朋友呢，可能岁数比我也大不了多少。然后呢，他父亲这边的意思就是让他再回来，就是奔后可能就要回去了。就不要在中国国内待着了，是这样子的。那现在不是带球了吗？情况发生变化了呀，你自己在这猜什么呢？好的。我先让他去谈吧，然后谈妥了之后再一步一步的。对呀。先谈。那如果要是谈不妥的话，我现在就有点，对，如果现在谈不妥的话，我现在就有点卡在这个中间了。我就是在想，这个是需要我自己。谈不妥也就是2条路，谈不妥就只有打和不打2条路，对不对？不打那就是你准备自己养，就是这条路了。那你肯定没有跟他在一起，还不带球这条路的，没有这条路，好吧？对，好的，曲曲，那我知道了，好，谢谢你，好，拜拜。这一把年纪了，难道还怎么来？还跟他耽误时间？你这个娃要是都没有办法把你们2个人绑定，那就没有什么能把你们俩绑定了嘛？那还琢磨啥？还犹豫啥？还纠结啥？那就直接就是拜拜了噻，对不对？纠结什么呢？对吧？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没有学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个圈圈的入口。我的化妆就是涂口红，知道吧？然后把美颜一开，涂个口红，开个美颜，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独创妆容，好吧？美颜一开，灯一开，那皮肤跟电灯泡似的。还要啥自行车？还要啥粉底液？真是的，浪费钱。来下一个来，保养个鬼保养！我天天被我身边的闺蜜骂，说不愿意来我家住，因为我家啥也没有。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哎，你好。哎，你说。哎，曲曲到我了，不好意思，你稍等我一下，我有列一个稿子，我还以为我今天又要等到中午。你说。哎呀，我的妈呀，放哪里去了？你看吧，不要你们连，你们又说等到中午，要你们连，你们又找不着稿子，你们可还行，真的是。
不是我上一次连麦一直连到你，等到你下播，然后都没有等到。说吧啊。我得先来表个白。你好，曲曲，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和你连麦。可能我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但是你不知道，我其实有很多个日夜都是听着你的声音入睡的，就是金贵。受你的思维影响，我最近拿了个项目，简单介绍一下我和他的情况。我呢，外表大概6、7分吧。我是95年的，他是92的。他性格是个很儒雅的人，我跟他在14年认识的，当时是他在国外上学，我在国内。他当时国内有一个家里不同意的农村女友，所以家里人把他送到了国外读书。后来他们感情出问题，他有对我释放好感，但是当时我年纪小，清澈的眼神里透露着愚蠢，没有积极的反馈。后来他回国后，那女的就跟他进入围城了，生了3个女儿。当我开始意识到他的优秀，我们也就错过了。我是做外贸的，1年大概有30多个。2个月前，他又跟我表白了，我内心深处也有波动。于是，鉴于他现在已经进入围城了，所以，对于他的这份感情，我一直是压在心底的，当做遗憾。由于看了你的金贵，也自觉自己条件普通，也认可关系的本质是交换。于是我觉得既然自己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我，那我就用最现实的态度来面对，和他的关系。因为他家里条件还不错，我也希望通过他来实现对自己人生的小小跨越。所以我跟他开了一个我跟他说了一个前期条件，向他开了一个30W 的口作为买房子的首付。因为学了金贵，所以在20天的时间内拉情绪价值，把服务搞服务，把他当皇帝一样伺候。后来顺利拉到了45个，现在顺利把房子买下来了。那我的诉求就是第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我自己也出了一部分的钱，然后这个房子现在目前就是还有60个的尾款。那我就是说这个尾款的话，我暗示过他，他也大概默认了会帮我还。就是我想说，什么时候可以开这个口？第二个，如果这个尾款还了之后，我还想通过他来搞更多的米，让他长责我。我现在很清醒，没有进入围城的打算。应该怎么去往下搞？他啥身家水平啊？他是在自己的家族里面，然后大概家里应该有几个或者10几个或者更多的小目标。那60个 W 的尾款也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啊，3个月呗。主要是他自己年纪挺小的嘛，然后他就比我大2岁，就是帮家里在做事情。因为他家里的钱好像对，因为他家里的钱好像都是在他家里条件就是情况比较特殊，然后就是前几年就已经拿到了家里的这个钱，这个财务的掌管权了，然后一直就是自己在做投资这一块，理财这一块。3个月吧，3个月差不多了呀，没多少米。前面都拉到45了，后面60再分个2次搞。也问题不大，3个月先搞得了全部搞全部，搞不了全部搞一半，就这么想。那你说就是像我跟他的这种情况，就是我有可能会让他就是长责我嘛，就是什么搞更多的。他什么长责你啊？把你养起来？对，他就是这么说的。可是这男的基本盘一般呐，这男的基本盘一般呐，他3个娃，那你要有标准呐，也不是不行，什么东西都要有数字做量化指标，对不对？那你要是说这男的他已经给你下来了1000个了，你再考虑这个问题，长责你。我的意思是就是先慢慢相处，因为我跟他虽然认识了很多年，但是我们都是一直当朋友这样在交往的。你也不能太慢慢了呀，对不对？你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呀，你不能太慢慢了呀。你最多你是9几啊？95啊，对，我95，他92。95你也不小了呀。
你现在自己的工作是年收入30万是吧？对，30左右或者更多一点。你自己收入也还可以啊，你在小城市吗？2线。2线城市，你自己收入也还可以。1线。我觉得你好好搞事业，你千万不要把你事业弄丢了。能不能借着他的力量搞一搞事业，拿项目，拿点真正的项目，是吧？一下子能让你起来的这种，我觉得比较好，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你说这男的他自己家还有3个娃呢，自己家还有3个娃呢，不过他没儿子是吧？对，没儿子是个优势，没儿子是个优势，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主次吧。我觉得主旋律是要把自己的事业还是要往上拔，然后就是说你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不思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2年之内，你不思考什么别的情感路径，你可以跟他好，但是2年之内，你得从这个人身上能够至少有个什么1000个的这种好处，然后你再考虑所谓的什么娃不娃的这个问题。而且如果你要考虑娃的问题，我就建议你就是一击即中，不是儿子就不要，这就是我对你的建议啊。好，我知道了，谢谢曲曲。好，拜拜。再见。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没有学过我们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我反正始终是觉得呢，能够自己生长肯定是自己生长，对吧？但是呢，在自己生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附加价值，那么拿附加价值也可以，但是你内心的发心不能歪，发心肯定是不能歪的。我跟你们讲啊，发心歪了容易被反噬，真的。就是发心，所有的发心要坚定的立在以我为一切的本源的这个基础上，我的自我成长，我的自我发展，我的安身立命之术，就是这些东西永远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说你把这个目标搞错了，你把这个目标挂在了说，哎呀，我要这个男的怎么样，我就想把这个男的一下子给我框死了，那一下子给我框死了，干嘛这个那个的，你把这个发心放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到最后啊就会发生很多问题，你就会发现你慢慢逐渐你就失去抓手了，知道吧？你在任何一段关系里你都要有抓手，你即使是现在短时间之内2-3年之内搞到你想要的了，但是2-3年之后你就没有抓手了，你没有抓手了，你就会面临着第一，你自己的青春没有了，对吧？你自己的这个颜值价值没有了。第二，就是这个男的有可能会发生事业动荡。这个男的发生事业动荡，你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很难的事情。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吧？那男的说，你的你的年轻貌美是会变少的，但我的钱不会无缘无故没有。我告诉你们，还真不是，那还真不是。我真的看了太多了，好多男的，他们其实赚的就是一个经济周期的米，知道吧？一个经济周期过了之后，他就不行了，都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像一些做传统行业的，他们有大量垫资的这种行业，就毛病更大。他有大量垫资的时候，他后面他会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现金流，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是没有了抓手，因为你自己一直都没有安身立命之本，所以你的这个发心方向一定不能搞错了。你在这个往这个坚定不移的往自我成长的这条路上走的时候，学会运用情绪价值，对吧？学会跟这种向上社交的这种方式方法，但是呢，你学会了之后，它只是为了让你这个向上生长的这条路啊走得更坚定，走得更通顺，然后顺便的还能抓一抓附加值，但是千万不能本末倒置了。今天直播看着糊吗？我这里显示的是网络良好啊。来，大家要连麦的宝子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啊！来下一个。
Hello， 你好。喂。哎，你好。Hello， 你听得到吗？哎，听得到，你说。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主要想咨询一下曲怎么就是找对象的问题。然后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现状，就是我年纪比较大了，已经33岁了。然后但是之前我有过一个非常短暂的婚史啊，但是那个男的有点问题，是被骗的，就是相当于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注意一下你的表达啊。不好意思。然后我收入的话也比较稳定，是大概60W，然后税前，然后工作比较稳定，但是上升空间不是很大，然后也不算特别忙，但是就是感觉上升也不是很有希望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怎么扩大圈子来找对象？然后毕竟自己平常的圈子是比较窄的。出门？你不出门吗？我比较宅，然后我的工作又是比较就是金融机构的那种技术岗嘛，就是比较偏就是中后台的那种，接触外部的人也比较少。你们不能光靠工作当中接触呀，你要真的走出门去玩，去参加活动。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朋友他们大概都已经已婚了，然后就是没有什么他现在的朋友是在我这个城市，然后会出去玩的。对碰的软件全部都用起来呀，对碰的渠道全部都找起来呀，该花米的花米呀。就是相亲机构吗？相亲网站吗？我先把你挂一下。就是相亲机构吗？相亲网站吗？我先把你挂一下。你自己先下去看一下连麦规则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曲你好，能听见吗？你说。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我的情况其实就是反正也比较混嘛。我现在在1线城市，然后我年龄比较大，大概是我现在38岁，然后年收入到手大概是60-70的样子，然后房啊或什么的也都有，然后家里面条件没有什么负担，就是父母家里面也不需要我去那什么，然后我对婚姻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奢求，就是一定要进入围城，没有这个要求。然后但是我是希望能有就是恋爱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机会吧，就是如果可以的话。然后之前家里面因为也是对碰或者家里面介绍也认识了一些，但是对方其实当时我没有就是说特别确认一个我对于围城内的一个态度，然后试着接触以后我发现就是可能想了一下这种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当时也没有说再和他们相处下去了，然后我就自己在反正1线城市工作嘛，然后搞米啊什么的，和朋友出去玩什么的也挺开心的。然后到了大概就在这个口罩前后吧，因为没有办法再出去玩了嘛，就在家里面，然后我就相当于是步入了一个网络的一些游戏啊或者这样的世界，然后当时就认识了一些游戏的朋友，还有包括主播什么的，当时也谈了2段，都比我小，但是我后来就发现我在这种关系里面我恋爱的技巧啊或者怎么样特别的欠缺，而且驾驭不了这种关系，因为对方都比我小嘛，说白了就有一点是那种有经济也就是怎么说呢，经济价值交换的那种吧，你应该也知道。然后现在我就比较迷茫的是不知道你花米吗？有一个是我花的比较多，因为他是游戏主播，我是他的老板。然后第二个差不多也是，所以谈恋爱嘛，你这炮仔，对，所以叫我们话叫炮仔，你这不叫正经谈恋爱，你这然后现在就是我比较迷茫的是，不知道接下来我应该从哪些方向去怎么说呢？去改进我这方面的艺术。对碰的软件我也有在用，然后也有出门就是见。还有包括去参加同城的一些活动，但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就爵士是这个年龄吧，或者怎么着的，我会觉得有一些迷茫吧。毕竟年轻人，你知道出去玩，年轻人会比较多。你长相身高大概是什么水平啊？长相身高体重
我长相，我身高是165，然后体重是55，然后长相应该是个5、6分、6、7分，就也有说好看吧，一般吧。你平常爱打扮吗？那倒是比较少。对呀，现在也在学习，你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我跟你说啊，人呢就是这样，你要是想找一些能够照顾你的男的，那么你就得把自己的外表啊稍微的搞出众一点，就基于你现在的这个水平上，你要在你同龄人里面，你的外表首先要上来，从6分到7分，对吧？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外表要往上拔一拔，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每天搞得你也这么大了，然后你又搞得那么朴素，然后你一天到晚的又跟小崽子泡一块儿，那你从时间上来说和你的整个这个形象指标上来说，那些你所谓的什么要找结婚对象的那种男的，他就觉得他就不看你了呀。你的身上其实挺好的呀，都没问题啊。你一个是你跟男的接触的时候，其实你的渠道都打开了，但打开以后呢，人是要示弱的嘛，对吧？人是要示弱的嘛，求关注呀，求关心啊，对不对？然后呢，让别人保护你呀，你要有那个状态出来呀。金贵的关系看过吗？还没有。对，你要有那个状态出来，你可以照着教科书演练一下试试。好的。行，那也就是说我继续朝这个途径去努力，然后把这个外形啊，还有这些什么这些搞起来，然后看看金贵关系，然后就是说，就相当于是通过多练习或者多接触就看脸这样子。你很看脸？我不看脸。你不看脸？我不看脸。我之前找的他们都说觉得我眼光有一点问题。那你跟他主播搞些不好看的，你还花米？不是，他是个冤大头发。我是那个时候是脑子有了，好吧，现在脑子也不是很清楚。你花米我没意见，你不能搞些不好看的花米，那花了个什么玩意儿？是，对，当时也就是觉得他年轻嘛，但是年轻也好看呀，这个好像年轻咋了呢？年轻咋呢？王宝强18岁也可以，是不是？这年轻有啥用呢？我的天，光年轻也不行啊！这光年轻也不能支撑你给人花米呀！你搞什么？好吧，你是180斤吗？没有，就是我觉得我的问题就在于是，的确是有一点恋爱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只是能看，不是说好看，能看。然后到后面相处的时候，可能就有点自我。就找个跟你自己差不多的，我年龄差距5岁以内的，男的也能正常买单的，多好呢！也是能看呢，那蛮能看呢，有什么不能看的呢？40几岁的男的也蛮有未来，那有什么不能看的嘞？那年纪小的又不好看的男孩子是真的没法看。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年纪小的男孩子还没品位，他还没点生存能力，把自己还识得清楚。那咋看呢？长得又不好看又没品位，怎么看呢？我的天哪，你还愿意给他花米？这啥情况啊？没有，也没有花太多米，就是顺手。行，我知道了。好，就这样啊。好，谢谢。本来就是的，你们不觉得吗？真的，我觉得我跟你讲，我受不了别个土，知道吧？我蛮受不了别人土，我就很受不了别人的从头到脚，我眼睛一扫，从头到脚都是便宜货，我受不了这，我就受不了这个，就是长得一般，我还能勉强能忍，但是我要是一扫，你那从头到脚都是便宜货，这玩意儿我忍不了。我觉得男孩子你年纪稍微长起来一点，就是30几，就是30几岁往上，他起码他自己收入还可以了嘛，然后呢他也能稍微的把自己打扮干嘛的，有点小品味。你说男孩子嘛，就是靠衣装嘛，对吧？他不用太帅，那他也是好看的。
问题是那个特别年轻的男孩子，如果他除非是顶帅，帅的不行了。他要不是顶帅，他要不是那张脸能撑起所有，你说我怎么能忍得了？那全身上下都是破烂儿，那我真的忍不了啊！你们怎么能找这样的，还给人花米呀？干嘛呀？真的是，那你要换我的话，那我还不如去资助他妈那个叫什么希望工程呢，真的，我还不如去做慈善。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每次顶帅我也不能忍，我跟你讲，每次我姐们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就喜欢跟我说什么，哎，这个是哪个，哎，什么什么的模特，这个是哪的？我一看，我说是穿他妈什么玩意儿啊！我这，我说这个穿的裤子都能把我塞进去，他说这是潮，我说潮个毛啊潮！我说啥品味啊？我看不懂。那身上那个衣服垮的金子啰嗦的，那裤子都能把我塞进去。我说这穿的我也看不出来他啥身形啊，这。我说这容易看走眼啊！我说你能不能跟他们搞个 dress code？ 我说下次叫帅哥出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跟别人说个 dress code 啊？好好穿一下行不行？非得搞些鬼的破衣服破裤子的，看得我烦死。还什么顶帅，我搞不懂那顶帅在哪儿。哎，下一个。Hello， 你好。嗨，曲，我之前连过2次，就是我再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是985艺术类的硕士，然后呢扯过1次快乐证，现在有个男朋友，他是围城内的，然后他的这个情况，我自己的话就是大概有1000个左右，然后他呢是有几个小目标吧，还稍微有比较名气。我们相处了大概3年，就是一开始跟他相处的时候，我没有其他打算，但是我们相1年以后，他就去扯快乐证了，但是没有扯下来，就是后来我俩就分开了半年，分开半年以后，他又回来找我，当时就给了我40个 W， 然后我当时觉得让我等那么久的话，我要200，他没有同意，后来又给了60，就是一共给了100吧，但是他这3年里面有300多个吧，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到今年过年，我觉得我还是想把就是那个剩下的100拿回来。但是他今年过年的时候，人家不欠你的，我的妈，人家没答应过你，又没欠你的，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搞莫名的，这让别人背一笔负债呢？这是啥意思啊？他是一开始没有答应，后来又答应过，后来又不答应，就是他在反复。然后到了今年春节的时候，然后我也没有收到任何礼物。那你们俩没有收到任何礼物，这是第1次吧？你们俩平时感情还挺好的。他1个星期会来找我5天，5天都找我，但是不在我这里。你问他？我当时没有问，后来我觉得因为过年我俩不在一起，我在电话里问了，我觉得也没有用，后来我就直接杀过去了。我直接去找了他，然后就买了一个车。买了那就行了，那还要怎么样呢？哎，你们这种吹牛逼的上来贴发票，然后买了我上次怎么说的？都给我贴发票啊，把发票都发小助理啊，别的一天天的上来凡尔赛贴发票啊，都给我，真是但是现在出现个问题，就是我跟他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嘛，基本上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那个了一下，他估计有一点内疚吧，他说是要把就是其中一个房子给我，
然后呢？然后我就想，我现在是不是要花时间在他身上把这个承诺要到手呢？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画个饼。不是你现在跟我说了半天，就说了个 A 啊，我 A 是这样的 ，A 是那样的 ，A 是那样的 ，A 是那样的，我要不要选 A 呢 ？B 是啥呀？你没 B， 你又没有 B。但是现在有个情况，就是我在12月份以前跟他相处都是非常好的，但是12月中旬到现在相处不是非常愉快。我觉得他可能有别的情况吧，应该是这种情况。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才能让他把这个承诺落实？你就是还是你是想跟他在一起的，对吧？对啊，我想把这些都落到实处。但是你的感情没有拉上去啊，现在都掉档了，感情已经都掉档了。我跟他感情就是从12月中旬到现在有一点不好，然后到春节的这个时期，我不是回去找他嘛，找了大概半个月，就是13天左右，还可以。然后还可以，后来我又去别的地方了，感觉只要我一走，这个事情就继续不下去。一走，你们俩不是说你之前又跟我说什么1个星期见5天，你这又一来一走，到底啥意思啊？我们俩是一直在一起的，但是这是春节期间，我不是有假期嘛，然后我就没有在北京。然后你就不回去了吗？我回去要在下个月我才会回去，要有1个月的时间在空着。那不也就1个月的时间吗？那你怎么着呢？但是这个时间就是体验特别不好。那你要啥体验呢？那咋体验呢？然后他有时候我给他发信息还有什么的，他都不回我。就是他都不回我。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那有别人吗？你说的没错啊。那有别人呢？有别人，所以呢？那我在这个处理上怎么可能？处理上怎么才能处理啊？就是回去了，什么时候再处理啊？你不用处理啊，你处理它干啥呢？你能改变什么呢？那我现在就，那我现在就是他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就是什么样的回应。我需要就是把自己搞得热情一点嘛。如果没在的时候，不需要啊，不需要啊。就他怎么样，我怎么样，等我回去以后再好好弄。你发信息人家都不带回的，你要干什么呢？对不对？你能做什么动作是有力的、有力度的？你现在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啊，他不给回应，你能干嘛呀？好，你多大了？那我33。你33，你后面是不准备结婚，就准备跟这个男的是吧？还是什么意思啊？我可以结，也可以不结，这个不是我的关键项，不是必选项。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一共多长时间？一共花了多少？一共3年，一共他给了我360左右，就是差不多合下来就是每年平均100多。对，然后你自己的收入大概在60、70。没有，我自己收入在30。你自己收入在30，那就是说这个男的给你的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啊。对的。那你是没有跟他掰的这个选项的呀？我还有第2选项，但是我不是很喜欢。不是很喜欢，就是我跟他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会觉得他靠近我都觉得很烦。但是第2个其实条件，条件好，他给你多吗？给不给？花不花？给了100，给了100，给了100，然后认识不到1年。你跟他有实质性关系吗？没有，没有，就是
但是他比我大非常多，大15岁。啊，那个男的呢？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第一个男的呢？第一个比我大6岁，比我大6岁。那就是说嘛，那就是第一个男的现在他打野的时候，你就先拿第二个男的先分散注意力呗，分散注意力有助于你心态平衡。然后等你回北京了以后，然后你再去跟第一个男的再去拉感情，然后再试图把后面那些东西落实。就是第二个男的，我就不管做什么，我都没有什么情绪波动，但是第一个就是特别影响我情绪。你情绪没有啥好波动，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是你的主业，你为你的工作波动个啥呢？你自己那个30万的那个叫副业，挣120的这个叫主业。你主业上你搞什么情绪波动呢？那你怎么赚得到这个米呢？好，好吧，好，我调整一下。好的。说话说的乱七八糟，你们也是支支吾吾。上次我说了的啊，想插队连麦的啊，要达到1年，这男的给你花了多少啊？我不是上次说1000，今天不说1000，1年这男的200个以上的。插队的条件是你把发票、房本、车本发给小助理啊，你们把发票、房本、车本、那个存款证明，1年这男的给你付出200个以上的，你们就发给小助理，我们就给你安排插队啊，安排插队。我们这个直播间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就是什么多送什么排麦这个规则啊，没有说你送多少你也是要正常排队的。我们现在插队的唯一规则就是贴发票啊，我们现在插队就是靠贴发票啊。你把上次我一说完，我们一下播就收到别人发过来的房本了，好不好？喜不喜欢？喜不喜欢？那个把这个更新在连麦规则上面啊！我不是开玩笑的，我们马上更新在连麦规则上面。1年花到200个 W 以上的，1年男的给你花到200个 W 以上的，你想插队可以上来贴发票啊，贴房本、贴车本、贴发票啊。有啊，上次我那天星期4晚上我一下播就有人发房本了。哎，不管是不是这男的给的，但是他愿意贴，那上来连你就听他的故事嘛，对不对？这个可以吧？是不是？凭实力插队。哎，对了，凭实力插队。对，我这个是耳夹，这是一个中古的一个古董。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没有学习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200个那是基本的，那你们上来连大佬的故事1年花到200个，那不应该是个插队基本吗？要不然我让你第一个上来连，就是为了让大家竖起耳朵听你的故事啊，对不对？那200个是别人能竖起耳朵听你故事的基本线呢，对吧？来下一个来。不是，我们连麦也是要花好几百的，是不是？我们连麦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连麦啊，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连麦啊，不是免费连麦的，关的。Hello， 你好。诶，轮到我了。哎，你好。我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呢就是比较迷茫当中，就是针对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现在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自己是有一个小店，然后年收入大概是30左右，身边的一些人脉圈还都是蛮好的。但是呢，我是抽快乐证的。Hello， 听得到我说话吗 ？Hello， 可以。你挂一下，可以听到我吗？你挂一下，重新连一下。我现在看不到你的对话框了。怎么挂啊？你那个小对话框看得到吗？直播间的右下角。挂了吗？看不到。这啊？直接让退出 APP。你退出一下 APP 吧。听到吗？你退出一下 APP 吧。好。你退出一下直播间。
重新连一下。哎呀，我不喜欢戴耳夹，耳夹夹到耳朵不舒服。但是这种中古款的它都是这样的。啊，你重新说。喂，哎，你说。哎，我这边信号不是很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呢今年40，扯过快乐症，然后我有个儿子是在国外的，然后呢，我现在在斯里兰卡。我现在对我自己的一些人生目标，我需要旭旭来帮我认清一下方向。卡吗？不卡，你接着说。然后呢，听了旭旭的课，我觉得我需要订立一下我自己的目标，我的生活方式，我的一些转移的方向。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断定一下我自己的一些。Hello。喂，你还是退出吧，你换个网络再来连。你现在这个不行，你退出，你换个网络再来连。你现在退一下，你换个网再来连。我都看不到你对话框了。把刚那个 live 先连上来一下，上一个。他没回我，我也没有看过信息。他看到了呀，他怎么没回你？你没有看连麦规则吗？那个 live 看了连麦规则没？那个 live 看了连麦规则没？不是我们你说，你重新说。Hello， 说话。Hello， 你好，说话。喂，你好，不好意思，旭旭。你说。我重新我看过连麦规则了。然后我刚刚的那个经历也说过了，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后面就是比如说，因为我这个年纪了，然后想比如说读个 MBA 的话，然后是选择上海还是北京？因为之前听过您讲，就是上海感觉男生，就是但是北京离我在的城市又远一点，我是在靠近上海的一个2线城市，然后但是北京就是又远一点，就是不知道。Hello， 你听得到吗？喂，听不清，不好意思，听得到吗？你戴耳机了吗？喂，对，你不要戴耳机，不要把耳机去掉是吗？喂，听得到吗？现在？你说。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后面想就是读个 MBA 的话，然后我在想北京和上海哪个城市选择。就是我是在离上海比较近的一个2线城市，但是之前听过，就是您之前有一次讲，就是感觉上海的男生都比较现实，而且漂亮姐姐也比较多，我感觉竞争压力比较大。然后北京的话离我又远一点，不知道会对自己找对象更没有帮助一点。你要读 MBA， 你自己是个什么水平啊？我自己是一个985毕业的研究生，然后今年已经33了，就是税前60W， 然后是京津行业的中后台。税前60W， 资产呢？资产就普通，有车有房，但是房子有贷，大概600万的房。那你现在去读 MBA， 你的主诉求是谈恋爱，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事业追求？事业的话，是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公司它比较稳定，但是上升空间并不大。然后我觉得读完了之后，有可能就是对我的就是现在的就是如果从现在目前职业发展路径来看的话，帮助并不是很大，除非有那种特殊的，比如说进去之后认识别的人啊，能帮助我就是换行业。因为我们这一行的话，他对这个读 MBA 的认可度并不是很高，而且我们这个周围的那个学历都很高嘛，所以我觉得读一个这个的话，可能对自己职业发展，除非有那种外挂，然后就是正常的路径的话，我觉得你读这个要花多少米啊？我问了一下北京那个，可能要快60到80一年，2年吧，一共。你要读2年？
你这个路径对你现在的职业发展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话，你为什么要选这个路径呢？那你还不如到那个对碰的机构去交个多一点的档，让别人给你推。就是那个对碰的机构，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我要不要在那个上面说我过去的经历，就是比如说扯过证，然后有被骗，但是没有发生过的情况。啥呀？你还是个原装啊？对，你扯过一次快乐证还是个原装？对。哎呀妈呀，你也是个极品的。就是之前经历就是家庭教育比较简单，就是觉得应该没有。那你肯定不要说呀，你说个鬼呀，这有什么好说的？那就是比如说在那个对碰的机构里面要填资料的话，我要不要填扯过这个？不要，真的不要不要啊。那不是感觉会骗人家吗？最后被发现的话，不是感觉就被人家发现的话，会就是感觉经纬的关系看没看？还没有。唉，弱智问题，这种不能讲，不要讲。那之后被发现的话，不是准在被发现？你真的到了谈婚论嫁那一步的时候，你再说。你就说，因为之前的这个怎么又没了呢？你问一下他们后台怎么回事啊？人呢？在呢，我听得到。你看他又对话框没了，你挂一下。哎呀，我真服了。你挂一下。Hello。他那个对话框老是看不见。Hello。你好。喂，不好意思。您好。您好。我听到了，您说。我说哪儿了我？您说就是千万不能说，因为到时候再说。对啊，我说完了。你到了真的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再说，你就说之前有过一个扯了一个这个，但是确实是就是啥也没有就好了。我就怕人家也不太相信，然后就不是，关键在于啥你知道吧？你这个年龄你不应该没有这个，还不应该是个原装，你赶快先跟我把你这个原装这个封条给拆了吧。好的。你现在给我拆个封。我又觉得我也没有，就是不敢随便乱上社交 APP， 就是怕那个被骗，然后又骗啥呀？别人骗你啥？骗你啥呀？就那个骗什么屁呀什么的。那你就给别个骗呐！我都跟你说了，让你去拆个封。就是因为我觉得万一有对方有病，然后哎呀，我的妈！你怎么会关注到我这来了的？那你们去那个幼儿园的直播间啊？那个幼儿园的直播间适合你们。你这都没拆个封，听得懂吧？你不要搞那些，你把别个吓死了，你这。好的。那就是您觉得那个 MBA 对我就是可能帮助并没有那么大，还是有个鬼的帮助，除了花米没帮助。还是要对碰是吗？就主要。对。那我想再咨询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性，就是出国读个书，就国外他那个对这方面就是扯过证，并没有那么看得重吗？你本来人家对你这个也没那么看重，但是问题是你是原装，这个问题就不是很好搞。男的看了都蛮害怕，知道吧？这女的有点大病，这是。那参加活动的话，有什么途径参加各种活动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在那个就是小红书啊，还有那个微信看过一些群，然后就是微信看过一些群，然后就是这种活动可以吗？还是啥活动都可以，不要挑，什么活动都去，好不好？但是就是里面的男生，我感觉年纪都比较小，就没有我这个年纪的了。你本来这个年纪的，你就应该找年纪小的了。你这个年纪的都结婚了呀。对。
找小的又怎么样呢？小的。哦。然后，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之前您也说过，就是有那个什么，就是高端一点的那种活动，就是不知道怎么能嫁进去这种活动。还要高端？你低端的人搞不定，还高端？你有啥经验呢？你啥端你也没端过呀？你就上来就要搞高端？你觉得高端的人就会喜欢你这个原装的吗？不是这样子的，你先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值要拉上来呀。对，因为我感情经历比较，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喜欢你说，哎呀，30几岁，哎，啥也没有过的这种女的，一上来还跟你结婚的那男的，我觉得多少有点大病，你知道吧？男的也是多少心里有点不健康。对。然后，您说的对，那我就先通过对碰，然后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先随便谈一下，随便谈，好不好？好的，谢谢您。好，拜拜。好，拜拜。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了，上次也有一个，结了一道婚还是原装的，然后说那个男的是也是那个男的是个 gay， 他行婚把那女的骗了的。我们上次有一个连麦也是的，哎，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怎么不用刻意拆封啊？必须刻意拆封，这必须给我刻意拆封，这不刻意这拆得了吗？这不刻意这拆不拆得了啊？20，我跟你讲，20几岁，26吧，26以内，我觉得是可以的。超过这个岁数，这个东西就成减分项了，就不是加分项了，知道吗？好吧，就是人家说你大学毕业了以后的2年之内还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没有正经恋爱经验，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常人接受的极限了。你大学毕业的超过2年了，也还没有过恋爱经验，基本上这个很多人就已经觉得你这多少有点不好搞啊。对，我也是原装的。每天给自己上一遍那个在哪好不好？我说每天要拿那个真空抽一下，上个封条。来下一个。那些不喜欢听的不要在我直播间里蹲在那儿畏畏缩缩的在那举报啊。Hello， 你好。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可以，你说。是这样的，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就是今年29岁了，然后自己做过一段时间直播，然后自己也在基金行业里面，然后每个月可能自己的工资有10万块，然后我就是直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比我大很多的，有20多岁，然后他可能在半年的时间给我花了，就是刷礼物没有半年4个月吧，然后刷了200多，然后等于我自己到手是100多，然后后面他就不让我直播了，他说每个月给我30个 W， 然后就这样，我们现在是6月1号见面，然后到现在为止8个月了吧，8个月，然后一共1100多，然后减去100等于拿到了1000。然后减去100是啥呀？什么是交税了吗？对，就是因为那个直播它不是有200，它是要减去一半嘛，拿了50%。然后现在我就是没有再去直播了，然后就是每个月他也是这样给。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自己也很明白，但有时候就是情绪上很作祟，然后。他还有一段，然后也给他有一个女儿，然后前面他是有大的有小的，然后等于现在就是给第2段也是有分开了，但是他还在联系，就是因为这个money 的事情，然后现在就是搞得我很不爽，然后我就经常会给他吵架，也会打人，然后他现在就是说我无底线，
打人无底线，骂人无底线。然后现在就是我想让你骂一下我，就是让我清醒一下，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有时候会控制不了自己。你这种情况，你就去1v1呀。报个年费呀，报个年费，顺便建个闺蜜圈呐。你报了年费以后，老师天天负责骂你，没上线，从早上10点钟开始骂起，一直骂到下午6点。你这是自己都知道自己有毛病，你还要在我这里来找骂？你知道自己有毛病，你还连啥嘞？对，我现在就是有点控制不了我自己，控制不了你自己，我咋办呢？我告诉你了咋？你只能借助外力嘛，是不是？我一次这个的骂不醒，管不了，我这骂你一回，管不了1天，管不了3天。知道吧？像你们这情绪不稳定的，我这骂你一回管不了3天，你把人当你老公，你把人当你男朋友。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他说今年就是因为大女儿她现在在出国留学，就是考了大学之后就可以领那个快乐证，然后他说要跟我在一起，但我也不是很清楚。他说就是这个月份里面2月份会把我们定的，因为他前面有给我买了一套小套的，然后现在等于就是我看上了一个排屋，然后他说这个月先定下来，6月1号就是我们1周年认识，然后他会把这个完全定下来。我说那还好长时间，那首先把这个定下来。他说那这个月可以定的，就但是现在有时候我就是很不舒服，我就是会给他闹。你要是干不了这活，你就把这男的让出去，好吧？干不了这个工程，就把这个工程让给别人干，行不行？有多大能力吃多大碗饭嘛，对不对？你这样，你现在这个样子搞的话，男的花米花的也不爽，你到最后自己花米花的也不爽，何必呢？是他现在就是明显的不爽了。对啊，就是我觉得后面都是逼出来的了。对啊，你自己情绪控制不住，我跟你说了呀，找老师吧，找老师每天把你稳着，真的，我跟你不是开玩笑的，你这么大条大鱼。你不把找个老师给你稳住？是，好，那我明白了，我别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了，拜拜。谢谢，拜拜。是的呀，好多人，我跟你说，我们这儿好多客户，他就是来找我们帮他稳住心态的，就是因为他每天他的情绪都要波动一下。然后他每天情绪波动的时候，他就要来跟我们老师聊一下，我们老师就帮他稳住，帮他找目标导向，跟他把这个目标给他锁死。他每天都要搞一遍，要不然他们动不动的，哎呀，就卷到那个情情爱爱，卷到那个占有欲里头去了，动不动卷到那个情情爱爱，卷到那个占有欲里边去了。你一卷到情情爱爱，我跟你们讲了的。当一个男人给你大量的物质的时候，这个男人一定不是你的老公，他只有一个身份，叫做你的老板，一定不是你的老公。别说是你这种交往的男的了，哪怕是你爹也是如此。只要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男是女，跟你有没有实质关系，有没有血缘关系，有没有情感链接，不管是什么，只要你需要依托这个男人的物质作为你的生存之本的时候，这个男人就只有一个身份，这个人就只有一个身份，叫做你的老板。就请你不要把自己的饭碗搞丢了，在你的工作里头玩情绪是会把你的饭碗搞丢了的。人一定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对不对？在什么样的位置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儿，你把自己的位置搞丢了，那你那个饭碗就没了啊。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们，每天要在脑子里过，女人就是这样的，不管这男的给你付出了多少，你都还想给他索取更多的情绪价值，而且他为你付出更多，你就越是觉得我好想把他据为己有。你们太自私了，一个这么大的大甲方，你凭啥一天到晚的想把他据为己有啊？你有啥核心价值是别的女人没有的呀？对不对？你有什么东西是别的女人没有的？你非要把它跟你一个人锁死？这男的不认可你的这重操作的时候，最后他就不会被你锁死，而是会远离你，对吧？他最后做的一个动作就叫止损，不管我给你投入了多少，我就止损，因为我觉得你让我产生了精神内耗。我出来花米是为了开心的，是为了开枝散叶的，不是为了精神内耗的，对不对？
不到一年1000万呢，1年1000万还不能让你好好的做一下服务工作，还不能让你安安心心的、踏踏实实的当个员工啊？你们这些人胃口也太大了吧！一天天的闹啥呀？小米子不舍得花点小米，找老师帮你稳定一下心态啊。来，想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找我们团队1v1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然后那个要连麦的宝子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刚才我们的直播间已经被封了一次了啊，大家一定要把关注走起来，要不然待会儿直播间又被封了，你们又找不着了。来下一个，他会说他自己做经纪行业1年也有100万收入，这个男的1年又给他搞了1000多个。这男的是他做主播认识的，他一边做经纪行业一边做主播，经纪行业是主业，主播是副业。Hello， 你好。喂，能听到吗？哎，听得到，你说。啊，曲曲，我是上场那个晚上的那个100亿，最后不停在刷100亿那个，我就帮你结束那个下沉市场专场嘛，他偏不连我，说9点半连我，然后我一直想连，他就不连我。好，现在不啰嗦。跟你讲，曲曲，我们等了你一晚上也没等到你的发票。哎，曲曲，你哎，我要但凡有发票的，我就没有那么急迫要连你了吗？对不对？哦，没搞着，老板100亿，你分毛没搞着。好，来接着来，开始你的演讲，开始你的表演啊，你说太对了，我们都是情感麦肯锡，知道吧？哎，说吧，啊，事情是这样的，是一个老板和他的助理之间的故事。然后呢，等一下，我要那个一下，我要点一下那个。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是我们男嘉宾啊，他是我的脸替，我们的男嘉宾啊，我们直播间唯一的男嘉宾。哎，曲曲能听到吗？你说。我就唯一一个诉求要搞米，然后把我情况稍微讲一下。我自己呢，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然后在这行业里面呢，就是背景比较光鲜，包括本科985、211的，然后硕士是海外的，然后工作的第一个单位也是行业的这个，反正就是有光环，有点光环。然后加入这个第二公司呢，大概1年的时间，就是做正常的工作嘛，一个什么反正鸟屁总监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后来搞了1年之后，就是我刚进去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老板身边的一个女的，她反正就是各种对我使坏，然后我就当时就很不服嘛，因为我觉得她就是方面都不如我嘛。然后过了1年时间之后呢，我想我要么就走吧，要么我就在这公司发展，我就想到一个那个老板身边的一个位置，然后我就跟老板谈，然后谈完这个位置他就给了我，然后我就等于说把他这个女的给顶了，你知道吧？然后这个女的就从我上来之后就不停对我使坏，然后反正就是一开始可能是我的发心，我想做的是真的是工作上的事情嘛，然后就寻求一个职业的发展，然后我就不想被这个女的就是掩盖掉我的一些东西，所以才去做了这个位置。但是做了这个位置之后，我发现我对这个位置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一个做事情的位置，而是一个就是每天不停的开会，然后跟老板出差，然后应酬，然后包括伺候他什么吃饭喝茶什么抽烟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就是搞得我就真的什么都我没有伺候过人，我什么都不会，我从零开始学，什么泡茶那些东西，就是全部这样开始搞。然后呢，就有一次跟老板去出差的时候，然后就反正就稀里糊涂啊，你懂吗？然后呢，就发生了。对，反正这个事情上面也很狗血，反正就稀里糊涂。然后呢，大概搞了3个月吧，前面3个月就特别累，感觉每天24小时，大概18个小时，可能都是跟着这老板身边。然后他身边其实一共有3个女的，然后呢，就包括我嘛。然后这前面3个月，然后我就特别就是精神上很多事情接受不了嘛，就压力特别大。然后大概3个月的时候，我就也跟他提了一次辞职，你懂吗？就是我当时脑子也不知道怎么着了，我就真的是崩溃了，我真的受不了了。就是包括他前面2个女的怎么样啊，公司怎么样，很多事情我就真的适应不了。然后我当时而且我当时如果我真的辞职了，我也没有想要搞钱或者什么那种，我就真的什么都不管了，就要走。然后呢，后来第2天就情绪上又回来了嘛，又不想走了，又去跟他求和了，然后就没走。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做的特别错的一个事情，因为它完全就是肯定会让别人就对你设防了嘛，或者是就觉得你不会跟他很久啊，或者是就不给你付出嘛，可能越付出越多，可能你就走越快嘛，大概这样的意思。然后后来反正干着我就自己还是有点摆烂，然后有点摆烂就是我分了一次，然后后来我摆烂之后呢，就包括应酬啊，很多东西都不太给力，然后包括很多事情都不是特别能上吧，大概这种样子。然后他可能也看出来了，后来就有接了一个由头，就跟我讲说你休假，你不要再来公司了，你休假。然后那我也知道他什么意思嘛，就是他就意思你一直休假嘛。然后后来我就说那就别休假了，我就走吧，就跟他谈了，然后他就说行，然后当场立马就给人事打电话，就说给多少，然后就走，就这样子。然后付出上面的话，除了工资之外的现米，包括 N+1，包括一个额外假期，就不到30。他的身家是100亿，不是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是400亿，但我觉得没有400亿，有100亿，没有100亿也有50亿吧，小目标。然后对。然后我现在诉求是帮我搞米，你诉个毛的求，别个都跟你拜拜了，你还诉求？你这我上场没连你就是对的，就知道你是个稀巴烂，你知道吧？哎呀，都快在评论区里狂喊100亿，我这100亿，我上麦，你这上来搞鬼，这上来直下去吧。就是嘛，你不是，等一下，你知道我怎么刷到你的直播？我就是那个不停的找那个什么分手米索要的一些方式方法，然后就找到我的直播了。我的直播现在都被贴这种标签了，特别后悔，因为我特别后悔，就是因为那段关系结束了之后，然后我刷到了你的直播，我才明白这是个什么关系。就是哎，你所有里面说的就是错误的方式方法事情，我全部都做了个遍。我唯一有一个没有犯到错误，就是我没有恋爱脑。我及时止损了，因为我觉得我再这样搞下去，我可能整个人能量都没有了，所以就是翻篇儿了，姐姐。但是我你这已经离职多久了？我知道。啊？你离职多久了？差不多3-4个月吧。妈，3-4个月了，你还搞毛？黄花菜都凉了，大姐。这男的找你不？怎么可能啊？哟，他都不找你，你搞毛啊？你搞？那你要问，我再要找他搞米，我也回你一句，怎么可能啊？就是吧，我知道我是犯了很多错，所以我觉得想问你要方法吗？没有方法，你这已经过劲儿了，你这个事儿，知道吗？你这种事儿离职的时候直接跟他拍桌子，你就搞米，这就对了。你现在都3-4个月了，黄花菜都凉了，知道吗？人家那个作案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你还搞个鬼呀？我觉得我还是自己想了一些方式方法，你帮我看看能不能行？来，说来听听，好不好？说来听听。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搞米的方向，第二个是搞破坏的方向。就比如说第一个。你就跟他发消息，你就说这几个月我饱受精神的折磨，我去看了心理医生，然后我是什么什么中度什么重度这个那个的，你就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整了我自己的状态，然后我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我觉得其实我没有能力去驾驭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只能选择离开这段关系。你说但是当初你有答应过我一件什么什么什么让我干嘛干嘛干嘛的事儿，你说我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继续资助？因为我觉得我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化，同时我也觉得我急需自我成长，你就讲嘛，看他怎么说嘛。他是那种连微信上，比如说我提到我们的关系，就比如说这样的字眼，可能他都会敏感，他不要讲这乱七八糟的。那我就要讲啊。说鬼话，我不讲他怎么给嘞？对，就是其实我只要比如微信上去描述我们的亲密啊或者什么的，可能他就会非常紧张。你让他紧张，那就对了呀，你就让他紧张啊，那就对了呀。他不
紧张，那怎么出得来呢？我是害怕说，我发这个东西，要是万一到时候被那个别的人看到，那就更好了。你知道，有毛病。那你就接着发，就换个号再发。我接着讲啊，这个第一个我觉得是时间到了，你接着讲个鬼啊！没有，刚才你说那个给你1分钟，来，给你1分钟。好，1分钟。就因为当时那个他身边原来那个女的，就是每天不停的骂我，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把她跑到朋友圈呢，然后去搞这个女的，然后有毛病啊！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这种东西才是任何意义都没有。你能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啊？恶心，哎，算了，那这个不搞了，那就只有第一条路了。哎，可不，哎呀，算了，那个不讲了。那从曲曲的角度，你就是觉得能要来就是要多少合适？对，这个数字。你不是去上学是多少就是多少呀？你上学的那个事情开口啊，那就是是多少就是多少呀。那比如说我去读博士，然后，哎呀，就是从你这个经验上讲，可不可以多要一点？50以内达成的可能性比较大，超过了就不太好达成，好吧？好，明白。就这样，拜拜。拜拜。我刚刚又违规了噻，又违规啦，又关啦。我待会儿这边要是再给我关，我估计今天这个号就开不了了，我就换到曲曲支招那边去开了。要学的早点学，真的。你们在遇到一些大佬大哥的时候，你们不要真的到了那个临门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还能处理，但是最后已经处理的稀巴烂了，再来找我们擦屁股，这个是不行的。一定是在之前就已经把所有的方式方法路径在脑子里已经过了一遍了，要不然的话你必然搞得个稀巴烂，这必然，你懂吗？你们要想一想啊，能够在社会上获得那么高的位置的，能够赚到那么多米的，那都是不知道多么心狠手辣的人，知道吗？那都是很有段位的人。如果说你没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去复制的话，你直接上去想跟人拼脑子，那怎么可能呢？那是不现实的，好吧？分分钟就被玩没了，你分分钟就被玩没了，好吗？你看这男的没搞定，工作还搞没了的，还把精神搞垮了的，太多了，懂不懂啊？我跟你们讲，怎么能够让自己不内耗，就是一切以目标为导向。一切以目标为导向，你在有任何的情绪波动的时候，都首先去想目标。你们知道目标是什么吗？目标就像是你在一条漆黑的看不见手指的路上，很远的地方的一盏灯，这个就是目标感，知道吧？很远的地方有一盏灯，那盏灯就是你的目标。你怎么能够把这条漆黑的路给它走穿，走到顶，走到头，最后走到柳暗花明，就是因为你心里的那盏灯一直亮着。你心里的那盏灯要是不亮着，你要是不怼着那盏灯，去把那盏灯作为你自己的信念跟信仰的话，你是走不穿这条漆黑的路的，你一定会半途而废的，你一定会在路上被吓死，要不就掉坑里，要不就被吓死，明白吗？真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只有在你的目标感、信念感极度的强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把这条漆黑的路走穿。我告诉你们，任何一件事都是这样的。你们之所以会把这些事情搞得稀巴烂，这也没搞着，那也没搞着，最后还把精神搞垮了，就是因为内心的信念感跟目标感不够强，总是在每一件小事上情绪占上风，目标占下风。情绪一旦占上风，你就走不到头了。有的关系是支持你情绪占上风的，什么关系？笼统的讲叫无所谓的关系，不能为我带来价值的关系，
一次性杯子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你的情绪占一占上风无所谓，懂吗？走了就走了，丢了就丢了，坏了就坏了。但是在能够给你带来巨大价值跟巨大潜质的这样的关系里，你一定是永远的把你的目标给它焊死，你才有可能最后真的得到你想要的。否则的话，你无时无刻都不会被这些人洗脑，无时无刻都不会给他带偏，无时无刻的就被他搞心态。对，金贵的关系是我做的一个系列 class 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告诉你们怎么看金贵。我们金贵里边有大几千个学员，我们大几千个学员里面有特别多厉害的女孩子，都是目标感非常强的，知道吗？你们到里面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下，有些猪言猪语、猪头猪脑的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下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跟你交流，但是你可以试一试啊。来下一个，我确实是穿这种简单的衣服就很讨喜。你好，到我了是吗？我穿复杂的衣服你们就不喜欢，但是我自己喜欢。Hello， 你好。你好，曲曲。你我关注你好久了，然后我这个是一个小号，是那个大号上面关注你好久了，我也是金贵的学员。朋友，那个直播间的姐姐们听了太多高大上的故事，听一点普通人的故事啊。我今年是30岁，然后在深圳的话有一辆30万左右的车，有一个小房子，然后我现在是有一个诉求，因为我在感情上一直有个卡点，就是只要我觉得比较 OK 符合我择偶框架的男生呢，我在他可能是前期他主动向我来抛来那个橄榄枝啊，主动喜欢我，但是只要我觉得他符合我的择偶框架，就一定会被我玩砸。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卡点我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的诉求是如何突破我的卡点，如何在暧昧期就是前期推进的比较顺利的时候，如何顺利的进入恋爱关系。因为我对怎么进入关系完全是好像不太会，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颜值化完妆可能在6分左右嘛，就是在普通人的眼中是一个小美女，然后就大部分的时候以前的恋爱关系都是被人架着就是去进入关系的，所以我对怎么进入到关系，就是前期的暧昧也会，到进入关系了之后相处也会，但是就是卡在这个暧昧期进入关系的这个位置我就不会。然后现在的话是有一个暧昧也会，进入关系也会，进入关系不会，到底啥意思啊？就是前期推到双方有一点好感，然后这个时候是会的，但是一进入到暧昧期了，然后从暧昧期要跨入到恋爱关系的话，我就不会了，我就完全就是属于就很容易进入一个又卑又亢的状态。就是我又想那个比站在高位一点，然后但是呢我又人家稍微冷淡一点呢，我又害怕失去，就这个感觉其实我很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或者干嘛的，但是就是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有时候他们发过信息过来，我就害怕，我这个信息一回的不好啊，或者是干嘛飞了，就会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是因为太多次这样子的情况了，导致于我现在有一个应激反应。然后现在是有一个男生，他是在那个深圳的一个科技大厂大疆，然后是深圳本地人，但是他的条件呢家庭条件我看了一下也是可能比较普通的，然后外貌条件也个子不高，然后外貌条件也普通，就是也不怎么会打扮。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短板嘛，因为我自己的那个条件也是属于普通的，所以我选择一个比较有短板的男生呢，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那刚开始接触呢就是很好，现在就目前大概我们聊了一个月了，因为过年回去，然后也就只见过一次面，年前见的，今天要见第2次面了，一会儿下午。然后我就从昨天就开始很紧张，我不知道这个是应激反应还是怎么的，就是我连信息就是回的都不是太那个了，我就想去跟我说一下我这个卡点到底是因为什么。我的诉求就是建议你待会儿挂麦以后你直接去找老师1v1，你这种情况至少2个月往上，知道吧？首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细节问题了，就是每一个信息我到底要怎么回，你已经是就是到这个细节的问题上了，明白吗？我能跟你讲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心态建设的问题，你的心态建设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你对于这种情感关系的认知也是有问题的。
但是真正到了实操层面的时候，就算是我告诉你你的心态有问题，你还是操作不了。怎么个意思？就是我自己根本就不会，没有这个认知。对，你操作不了，你每一条信息要怎么发，都得人家告诉你，知道吧？你才知道什么叫不卑不亢，什么叫松弛，什么叫一边松弛一边引导。你对这个东西其实是完全是一片空白，你只是紧张。就是一个男的，一旦符合了我的择偶框架之后，我就好想把他搞定，又想把他搞定，又想把他跑了。那你在这个状态里头，你这种紧张就会被别人抿出来。你自己没有办法理性的去控制自己，说出一些松弛的话，那不是因为你不松弛嘛？所以呢，你只能通过外力，这是什么外力？老师告诉你这句话怎么回，你直接复制粘贴发过去，你这就不用经过你这一轮，懂吗？你就这样，你在模仿当中，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松弛的回答，什么叫做我就算喜欢，但是我也不让别人觉得我紧张，让别人觉得我不卑不亢，是这个概念。那你们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出在你们觉得遇到一个合适的男的，他就一定会跟你走谈婚论嫁吗？不是的，我告诉你，本质就是本身你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99%的人都是过客，这个就是本质。刚刚曲说的，我总是觉得我遇到一个合适的男的之后，我就自己脑袋里面就出现那个彩虹泡泡，就是我自己幻想一个未来美好的生活。讲过几个点，第一个点，3个月就在一起发生了之后的3个月之内都不能上头。但是你做不到，你懂吗？你做不到。我跟你讲，这个是术，但是你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需要借助外力呢？包括刚才我们说那个女孩子说要什么要引导付出干嘛的，要借助外力呢？因为你自己上头了以后你这个东西你不敢，你怕，你也不知道对错，你心里就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去借助外力。你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你遇到这种男孩子之后，你过度的放大了对方的价值和重要性。其实我刚开始我都没有很看上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就相处着，就是可能一直想着他的那个因为我是想着说30岁了嘛，我是想找一个深圳本地人，没有很有钱。就是因为你太扑了，就是你太想 settle down 了，你太想稳定下来了，就会导致你的动作变形，太想落下来了。我就觉得就一脑袋里面一直想着，跟他结婚以后生了孩子，我不用自己带，他爸妈可以带。他开始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知道吧？这样你不上头，你不上头谁上头？我们说发生了之后3个月都不能上头，因为3个月它是一个动荡期，知道吧？3个月你们会发现，一旦能够进入3个月的关系，基本上就能到达1年。就是能够在3个月稳定住的关系，到达1年之后，推动谈婚论嫁的可能性就会极高。但是你过不了这个动荡期，就玩散了。所以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多客户是被我们就是从认识的第1天开始，直到最后扯结婚证，最后上交财政大权，一套流程这样走完的，就是因为他稳定不住。他完全因为他还好想抓住那个男的，他越想抓住那个男的，他就越变形。所以他不能通过，其实他脑子不能动，你明白吗？就必须得有人帮他，就是这样的。不能动。我只要一动脑子，这个要怎么回？我只要想一想，就开始慌，我就回多了吧，觉得自己会不会太热情了？完了，他半个小时没回我了，是不是我刚才太舔了？回少了吧，就想完了，我是不是让他觉得我太高冷了？其实没有，你知道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能舒服就能继续，其实是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只要我们交流的是舒适的，那么这个关系就能继续。就是这样，这个他其实不在乎那个1句话2句话我说多了还是说少了，他在于什么呢？在于第一，我不怕你短暂的不回我，就是你不回我就等着你回。第二，我也不做那种夺命连环 call 的事儿，我也不会一直找你，发2条不回，第3条我就不发了，一个电话不接，第2个电话我就不打了。第3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会因为你讲的什么东西就蹭蹭的去上头。你讲的什么东西，我都会把它当作是你在试图让我上头的一种路径。我把这个事儿把它明确清楚。那么我看待你所有的东西的时候，我只会想着，当下就是2个人愉快的交流就好了。
我根本就不会想着，哎呀，他要跟我结婚了，哎呀，他是认真，他以后会上这财政大学，我不会去放大这个东西，我就让这句话就停留在这句话本身，明白吗？但是这是很多小的点位，但是你每一个小的点位，你的心态都是不对的，你的心态都是纠结的，那这个事儿它就处理不了。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我要改变一下心态，就是每个人都当做普通朋友这样子去相处，可能会好一点。我告诉你，遇到有价值的对象的时候，你可以 VV，你至少2-3个月，你自己其实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我经常给大家说，你不要试图去搞明白这件事情里的道理是什么，你先抄，抄着你就会了。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学数学题、学英语都是这样学过来的。我一开始我不明白这个理论为什么这个公式这样做，为什么这一步可以推导成下一步，但是我把每一步都背下来，这个题我就能做明白。我把这个题背下来的方式做10遍，我自然知道它里面的原理是什么了，是这个概念。我其实我自己的就是就是因为我的要求也没有完全飞上天嘛，我其实遇到过很多符合我择偶框架的人，但是我就感觉到后面我就人家推着什么东西都是要学习的，知道吧？心态的稳定也是需要学习的，你要不然你自己稳定不住，那咋办呢？我光跟你说，你看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谈的心态问题，但是光跟你谈心态问题没用，我太明白你们那个发信息的那个状态了，我太明白了。我感觉我跟他说多了一点，然后有点那个了吧，然后我就不用解释，好不好？好了，那我知道了，谢谢曲曲，拜拜。要不然捏不住的，绝对拿不住，我告诉你们，因为你们很容易让一个明明跟你平等的条件水平的男的，让那个男的突然之间感觉你低价值，是不是？就是你们明明找的就是一个非常匹配的一个条件对象，但是你们就是会因为自己的很多的紧张啊、扭捏呀，对吧？然后那种卑微呀，然后呢又不想让别人看出你的卑微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小情绪。实际上你的每一个小情绪，在对方眼里看起来，他都能捕捉到。我告诉你们，就好像比如说我在跟一个男的接触的时候，前期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松弛的，很愉快，对吧？很开心的，也很简单。但是一旦有一天，这个男的如果他突然之间开始噼里啪啦的，哎呀，连发了几段小作文，我在看到那条消息的那一瞬间，我就会知道这个男的上头了。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个男的上头了的那一瞬间，我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我的第一感受不是哎呀我要开始珍惜你了，不是的。当我看到这个男的在我没有上头的时候，他就开始上头了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不喜欢他了，我们两个人节奏不一致，明白吗？我们两个人节奏不一致，因为我觉得你会给我压迫感，我都没到那个份上，你就这样了，而且你让我读出来了，你让我看出来了，那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没必要，你知道吧？我就因为我怕你带我节奏，我怕你带我节奏之后我会怎么样？我就会刻意的去把节奏拉掉，因为我怕你带我节奏，我没到那个份上去，你知道吗？我没有到那么喜欢你的份上，我突然已经感觉到完了，这个男的怎么了？他妈上头了嘞！我还没开始呢，他上头了呢，我就开始往后退，懂吗？就是这样的。所以啊，你们有的时候觉得我少发2个字儿，但是呢，你少发2个字儿，等别人来找你的时候或者干嘛的时候呢，你又会表现出你这么长时间不找我或者干嘛的，你就开始刻意的在那冷淡干嘛，就是别人看到你的那个动作，他就会觉得哎呀，这女的为我心态波动好大呀，明白吗？在对方眼里他看到的是这个，他看到的是哎呀，你怎么为我的心态波动这么大呀？因为你是真的在波动，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需要老师帮你去稳定，就是老师他是不波动的明白吗？他是一点都不波动的，他所有的语言全部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他在那表现的自己很痴情的时候都是他演的，你懂吗？他没有波动的，所以说他随时随地他能够刹车，他
他能够踩油门，他还能踩刹车。你们那是踩了油门踩不了刹车，踩了刹车踩不了油门，就是你们是这种状态，明白吗？概念不一样，知道吧？来，那个要1v1或者是要1v1的宝宝们啊，也是一样的，或者要看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有的时候说，哎呀，那哪有通过这种方式，那最后什么你变成真实了你了之后，那男的又不喜欢？不是的，我告诉你们，那个人他真的上头了，你啥样他都喜欢，知道吗？他是你们觉得啊，很多人他的概念里他会觉得说，那我前面这都是老师帮我说的，这都是老师的方式方法。有几个点，第一个是什么呢？用老师的方式方法。他在老师的这种平稳的这种心态的底层建设之下，不停的去撩拨他，这男的被撩拨上头了，对吧？他上头了之后，你在他的眼里就被美化了，明白了吗？你所有的弱点缺点干嘛的，在他看起来就都不复存在了，他都可以包容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真的会在不停的去看老师跟这个男的沟通的过程当中，你的段位会上升。你怎么着你就是个猪，你是不是也得学点啊？就是你学习能力再差，你看，人家说我没吃过猪肉，我没见过猪跑吧，对不对？你看，你多多少少你还能把自己的这个认知啊、段位啊往上拉一点，因为你总算是知道这到底大概不差是怎么回事了。对不对？你起码知道怎么去抄这个题目了，对吧？它是两方面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们不用担心，知道吧？那不是真实的我，那后面他就不喜欢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好不好？真实你才不让他喜欢的，他不喜欢那个真实的你，他一开始就不喜欢懂了吗？你走不到后面去，你就是让先把他盘上头，了，你就是后面就是顺风顺水，懂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我们每周直播时间，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来下一个，我跟大家讲过我最喜欢的寓言故事是不是？真实和谎言的寓言故事，我给大家讲过，我最喜欢，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一个寓言故事。Hello， 你好。Hello， 曲曲。你说。上午好，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就是工作的事情。然后，我一直算是职业女性吧，就是一直在工作的路上努力搞钱，虽然没搞到什么钱。然后，像我大概是在5年以前为一个跨国公司，快消品的跨国公司做他们大中华地区的业务拓展工作。然后呢，就是帮这个公司从0做到1，帮他们把这个大中华地区的业务全部铺开了。那我的渠道是非常强的，但是就是比较气人的就是我们的老板呢，就是属于那种过河拆桥，然后把我的资源呢就是全都撸走了之后呢，就把我这个挤兑出了公司。但是我后面也被别的公司挖去了嘛，因为做了这个成绩之后被其他公司挖走了。但是因为也不巧的原因，因为疫情的时候，在2022年我那个新公司的项目也就是掉线了，然后没办法呢，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自己成立一个个体户公司，现在自己是个光杆司令的老板。就目前的业务呢比较困难，但是我的渠道是非常强的，我的渠道是咖啡行业的，就是非常强的渠道，所有的咖啡的品牌然后和经销商我这边都有渠道。目前的困难呢是缺少一支像我之前那个快消品公司品牌力这么强的这个产品，所以我现在的业务是非常难拓展。结果呢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我第一家公司的老板呢来找我说，你要不要再回来我们公司工作吧。但是这个事儿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回去还是有些心理障碍，因为他当时被他职场 PUA 的时候呢，他用的那些手段呢，就是其实造成了还挺多的这种心理上的问题，我还看了2年的心理医生。然后但是他问我之后呢，我就马上回去见他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机会也是比较难。他的公司现在呢是上市了嘛，然后既有钱又有势，然后品牌又做得特别好。我想如果说我回去之后，我发现跟他见了一次，他也没有
具体说给你开多少钱啊，给你安排什么职位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就想从我这儿套取一些行业的信息，然后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那跟他聊完之后呢，他又没有下文了，所以就想如果说我想去跟他再谈的话，因为上个星期我听你的课的时候，我听你说就不出错，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很重要，你说要跟这种老板再去谈，咱们怎么不出错？如果说我不回去的话，你觉得我现在还有什么方向和机会？因为我的渠道是特别好的，但是非常憋屈，就是没有什么好产品再重新去迈进给到这些渠道。我觉得你就自己成立一家公司跟他做合作协议。对，我跟他说过这个事儿，然后呢我跟他提过，但是他也没，他说好啊就答应了，但是他也没有就是有给过一个小的项目。但是我们这个老板呢，就是他就属于那种一言堂，就比较就是比较情绪化的那种。然后那个项目可能是谈着可能又没下文了，就这种。哎，你多找几个这种有品牌的去聊，你现在就是自己创业，你自己就是去找产品嘛，说白了，你就是自己去找产品嘛。他有产品，别人都没产品吗？就他一个人有产品吗？就是他的那个产品呢，就是品牌力，是这样吧，这么说，就是我们行业的头部品牌。那又怎么样呢？头部品牌又怎么样呢？我就不能去跟第2名、第3名合作，我非要跟他合作吗？我跟他原来合作过，我拿着这个东西当背书，我去跟第2名、第3名合作好了呀。我总比我可以啊，你在那尬着好吧？有第2名、第3名找到我，但是说第2名、第3名他就是干不过第1名，就是他干不过第1名也蛮正常，所有的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状态。但问题是你现在跟这个第1名，你去跟他干不了啊。你可以去跟他聊，可以去跟他谈，你去主动推进，对不对？该走什么流程走什么流程。但是你跟其他的这不能放啊。你不能光锁着他一个人呐，你锁着他一个人是没用的，因为他没有你在他这没有主动权呢。有道理。好吧，那就还是选23品牌，手里有好多都在做一大把都来找我。然后另外一个事儿，小什么苍蝇腿也是肉啊，你不能把自己对吧？吃都在做着呢，只是觉得之前为着公司付出了这么多，然后心里还是有点不甘嘛。所以你看啊，你的问题在哪儿啊？你其实跟他们那些女的谈恋爱是一样的。男的说我是要正经谈恋爱的，我是要推动结婚的，结果这女的就上头了，然后呢后面就没有后面了，对不对？是的，你这是一样的呀。这男的跟你说哎我还是让你回来干，然后呢你去跟他聊就没后文了，那有什么用呢？这不就是个套路吗？明白没有意义啊。语言是目的，行动是态度，他只有语言没有行动啊。是的，所以他就是白嫖白屁。对呀，行，这就是本质啊。工作 OK， 好的。再让你提供任何的工作这个，我们先把那个合作协议先签了，什么项目先怎么弄，对吧？要不然别的东西没什么好聊的，对不对？咱们就该合作，该怎么合作怎么合作，对吧？好的。然后行，那工作事儿就这样吧。然后个人感情问题就是我其实不太主动社交，但是工作里面被动社交特别多，所以我朋友圈里面不缺大佬，基本上也都是行业里面的，就各种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的老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释放信号我是单身这个问题，就我不太好意思说在朋友圈发一个大家给我介绍个对象吧，就所以想问你一下，你觉得跟人聊天呢？这聊你说你说这些年啊工作真的是把谈恋爱都耽误了。有的时候可以释放这种信号嘛，但是你们有没有什么除了工作以外的休闲活动啊？你说我想出去玩，你说都不认识几个男孩子，就这样。好的，好的，那我试试看。所以那就23线的品牌对我都在做，但只是说不好做，因为之前帮那个品牌做的100%的市场都给人铺完了，现在又想把自己铺的品牌再给弄回去，就有点。我跟你讲，你们不要太要脸。这个是很重要的，知道吗？该不要脸的时候必须不能要脸。那脸是个啥玩意儿？不要觉得我跟你说，在这种商业竞争里边，就是什么手段都要上的，要抢就要搞硬的抢。你不要，
你不要觉得，哎，我原来帮他做过，我再怎么不道德，不这不那，不，是他先对不起你的。品牌，然后，哎，现在怎么去做 B 了？要有獠牙，你没有獠牙，你其他的合作方也会看不起你的。了解，明白了。好呀，还有问题吗？谢谢。好，拜拜。其他问题没有了。就是这样的呀，我跟你们讲，女人就是这样的，在跟我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一定就是温润如玉，知道吧？温润如玉，哎，我就像水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但是真正的到了，我告诉你们，到了一个商业社会里面竞争的时候，真的要做商业竞争的时候，你千万还不要抱着那个妇人之仁，就是那种挡我者死的那个路，那个决心啊，一定要拿出来，一定要拿出来，你必须让别人看出你是个不要命的，知道吧？你一定要让别人看出你是个不要命的，只有这样别人才会敬你3分，就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但是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其实就好像我之前有合作方啊，然后我不想跟别人合作的时候，别人就先跟我来软的，对吧？就是说什么我们合作呀，我们一直都方方面面的都很为你考虑啊，这个那个这个的，就说你不能说不跟我们合作就不跟我们合作了呀，1、2、3、4。但是我内心很清楚，我们的合作于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亏盘子，我太清楚这一点了，对吧？所以我肯定内心我是不想再合作了的。那他先是软的这一套，就是卖惨这一套，我肯定是觉得我的内心我会有一点点不忍心。但是这个不忍心，我会跟自己说，如果你现在这件事情你不能做到能够狠心的话，未来你就会有无数次被道德绑架。好，他们看我软的不吃，就开始来硬的，就说像他们呀都是有很大的资方在做支撑的呀，对吧？像我们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呀，我们这种情况这么多的话，那他们的资方如果说真的要搞的话就会闹得很严重啊，什么方方面面的关系都会弄得怎么1、2、3、4、5。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你跟我来软的呢，我还会有点怜悯，就我可能还会有点仁慈。你但凡跟我来硬的，我对你就1毛钱的仁慈都没有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软的我还能考虑说，我也许你跟我谈说让我跟你给多少米也好，或者干嘛也好，来了结这个事儿，我都可以。但是但凡你来威胁我，你要是说拿这种东西来搞我，那不好意思，那就不好意思了，我就是那一点点的怜悯之心都不会有的。而且我们整个团队包括我们客服团队干嘛都知道的，我这个人是什么性格，我平常就是对别人很好，我对任何人都很好，而且只要是你跟我示弱，我方方面面的我还能够顾及你的感受。一旦你跟我搞这种什么威胁我呀，要怎么着，要怎么搞我呀，这个我就跟人家一句话，我说那你就去告我吧。我说那你就去告我，我说我这2年3年赚的钱，我说我1分不要了，我说我就跟你打官司。我就这样，我说我这2年3年赚的钱对于我的人生长河来说屁也不是。我说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我很清晰，我未来是什么量级我很知道。我说这2、3年赚的钱我可以全部亏进去跟你打官司。我就这样，你但凡是这样子来，那就不好意思了。我是绝对是属于吃软不吃硬的这种，软我也不是全吃，我也只是说可以稍微的跟你的妥协一点，或者是怎么样一点。但是你但凡跟我来硬的，那就不好意思了，我就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了。我说我2、3年的钱我都不要了，我就全部拿来跟你打官司，就这样随便你搞，你爱怎么搞怎么搞，你要怎么弄怎么弄，你要找什么关系找什么关系。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就是看的那个人咋咋呼呼的，知道吧？有些时候有些人他跟你咋咋呼呼的没什么鸟用。
我告诉你们，我这些年，除非啊，真的是那种特别厉害那种背景的，你们懂我意思吧？不是商业圈的，是那种背景的啊。咱们呢可能要打个问号，要思考一下。但凡是就是说普通的商业社会里头的啊，一点点的什么尔虞我诈呀，或者是一个什么，我告诉你们，区域跟区域之间，行业跟行业之间，所有的东西之间，它全部都是存在信息差的。明白吗？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能有通天的本事，我什么东西我都搞得定的，不可能的。当时人家就是跟我说你也是个公众人物啊，哎，那我们要怎么哎，把什么到时候你的名声啊，你方方面面对吧？我说随便你搞，随便你搞，我就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到今天为止，有人抄袭我或者干嘛的啊，跟我发消息或者什么说，哎呀，我们也不是故意的，是这个那个的，不小心的，干嘛的？说你能不能把那个视频撤了？我回都不回，我回都不回，我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今天你已经触犯到我的利益了，并且我已经决定说我这个事情我要弄了的话，你再跟我说什么东西，在我这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的，任何人都不能跟我搞这套，因为我太清楚一个道理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你真的有通天的本领，说你能方方面面都摆得平，方方面面都搞得定，你说能怎么着就怎么着，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知道吧？咱们也没玩到那个份上，明白吗？咱们今天真的是但凡过100亿了，哎，你跟我聊一聊，你就是但凡你就是说只是个什么，哎，就是几个亿到10几亿或者几10亿这个水平的，你说你有通天的本事，我真不信，你打死我都不信。所以说你跟我说这些东西没用，知道吧？你们有的时候也要拿出一点这种魄力，别动不动的就被别人吓到了，动不动的就被别人唬到了，那是干啥呀？对不对？来下一个来，哼。Hello， 你好。曲曲女神是我吗？你说。能跟你连上麦，真的好激动。就是你知道我关注你的直播间还没有很久，但是现在晚上已经听着你的直播录音才能入睡的地步了。就是你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啊、力量感啊，还有骨子里的清醒感，真的好吸引我。其实我今天的问题还就比较宽泛的，是关于我的择偶定位，或者说对碰策略的，然后也还有点下沉市场，也没有遇到某个具体的人，或者是一个具体的那种困境，就是主要是想先投石问路，找找方向，然后也是跟曲曲女神聊会儿天。我自己个人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是在一个弱2线城市的体制内工作，然后工资大概是20个 W，学历是一个985理工科的研究生。在年龄长相方面的话，我是96年的，然后我身高是1.7米，体型比较普通，然后外貌的话大概5、6分的样子，就是不打扮的时候不丑，打扮一下会有那么一点点小漂亮。然后家庭方面，我是家在附近的另外一个2线城市，然后是个基层的小苹果家庭。家里房产折现的话大概是400个 W， 存款大概300个 W。然后我性格方面，我是一个就是比较被动而且有点胆小的人，而且就是曲曲说的那种钢筋混凝土女孩，有点宅。当然听到曲曲之后，我觉得这个性格其实对我的择偶确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也是想寻求突破和改变。然后就是我的性格上面，就之前也没有什么主动的去长期维系的异性朋友。那读书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玩得好一点的，然后他们展现出那种想追我的意愿之后，如果我心里觉得不太合适，我就会跟他们立马躲得远远的，然后就朋友也做不成了。工作这1、2年，我也尝试接触过几个男生，但是后来会发现他们身上没有那种能够强烈吸引我，或者觉得能让我佩服啊，能引领我成长的这种地方，所以也就完全没有走入过恋爱，就是还是个母胎单身的出场设置。然后今天我然后今天我96年的OK， 96年母胎 solo。然后我现在我现在就是择偶方面定位，我想就是在他的家庭或者工作的2项能力里面，有1项能够明显强过我，然后另外1项差不多。身高，然后他的身高和长相、学历这方面，我是觉得完全可以比我低。然后性格方面比较正常，觉得我这样的择偶定位是有可行性的吗？你的择偶定位没问题，关键是你在跟人真的相处的时候，你的方向感出问题了。
怎么说呢？你定位就好像人家说，哎，人家问你，哎，有什么要求？我没有什么要求，善良就行。结果认识一个男的，哎，长太丑了，哎呀，太穷了，不行，学历太低了。你说的不是善良就行吗？你们其实就是这个概念。你说的好像没要求，但是那男的一碰过来的时候，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行。啊，就是可能对自己认知不是很清楚，是吗？对，你嫌弃别人的那些点，在你说你自己的要求的时候，其实一个都没说。对，哎，要引领我成长啊！对，其实哎呀，能力不够啊，你咋不说呢？你后面觉得，哎，其实我没有什么要求。我是有说，我是说，就是家庭和能力方面有一项要明显的比我强，就是我的要求。明显的比你强，其他方面能不能弱呢？其他方面呢？这个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就是你一个身高、长相、学历，你都没遇到过家里条件好的，或者是因为之前。对，我感觉之前就是能够主动的，对我来说，对我很主动的，一般都是，但是比我弱的那种。世界上能够有对你很主动的这种，只有两种，一种是他觉得他在高攀你，有点高攀你，他就会很主动，那你可能看不上，懂吗？还有一种。就是他非常有结果了，他非常有价值，他没有想着去把你作为唯一的对象。这两种人会非常主动，除开这两种以外的，说能够价值匹配你或者比你高一点，然后呢也没有到那么优越的地步的，他也是找1对1的长子对象的，他的主动性都是要打个问号的。我也意识到了，还是要自己这边就是掌握这个节奏，自己去主动，这样才是比较。你要积极应对，懂吗？不能消极应对。你积极应对，你要就像我们说的，你要给他那个血条的进度，懂了吧？他给你打了一个球，你要把这个球打回去，你不能让他一直发球，他不可能一直发球。是的，是的。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行动优先度的问题，因为曲曲我记得你说过，就是对于男生来说，女生那个外貌第一眼是不是有那个劲儿是特别重要的。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时间其实也算蛮紧的，我需不需要就是给自己划一段时间，划3到6个月，然后把精力就是聚焦在打扮这个方面，去镀个脸，然后集中的去减个肥，还是说现在就立马去打开流量入口？多高多重啊？多高多重？我1.7米，然后65。那你也没太大问题啊，不会打扮。是有努力稍微打扮，但可能还是没有就是说很集中的去做这个事情，可能在上面付出的那个时间和精力就是比较散漫。这咋集中啊？这不都是用业余时间干的一个事儿吗？我去上个美妆学校？我操！不行，我是有报，真的有报，最近刚报。哎呀妈呀，你们报了一个周末的下功夫了，你们可太下功夫了，可以吧？可以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重点啊，重点还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说主播一样的，才艺主播他没有聊天主播挣得多，明白吗？就是一个道理，因为人跟人最后他靠什么？其实靠的是互动感。样貌你这个敲门砖。这个就是让对方不一票否决，最后还是要靠聊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听您直播说，就是您团队有一个小姐姐，不是说1年付费对碰了250个人，然后成功的故事吗？然后她现在，她现在也是在这个1v1团队里嘛，我可以就直接报她，然后让她指导一下我。快点把这段剪掉啊！你去找他吧啊！可以的，可以啊，去找他，那我就直接联系他。对啊，你去啊，你可以找他就好了啊。我觉得他就是我学习的典范。去吧啊！好的，谢谢曲曲，拜拜。拜拜。不好意思啊，老师对不起啊。我们团队老师每天都会看我直播，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这是他嘴巴太快了，对不起，不是故意啊，不是故意的。
了很多很多结果，有的是拿到了大米，有的是搞定了2代、1代这样子，或者结婚。所以说他们都有他们自己擅长的一套打法，就是在我给他们的很多东西，因为他们刚开始都是我们的付费用户，然后在我给他们的一套东西，慢慢的他经过了他自己的一套东西之后，然后再经过他自己的圈子，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新的模式。所以每一个老师他都有他自己更为倾向擅长的那一部分，他肯定会有一个倾向性在，但是大的框架都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大的框架下面来的。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有的机构那样去在外面去找一些所谓的心理老师来跟我们做这个活，就是因为价值观不统一。就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是在我们的整个框架下面延展出来的，他才能够把大家服务好。要不然的话，我们以前最早的时候也试过，就在外面找的老师吧，他根本跟我们的框架他都不相符，然后呢客户跟他之间就是双向不舒适。因为外面的老师他对于我们的很多客户的一些诉求干嘛的，他们都非常的鄙夷知道吧？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只讲利弊不讲对错的一个团队，但是呢有真正的来讲的话，绝大部分的人他们都讲的话，绝大部分的人他们都不讲的话，绝大部分的人他们都不是这样的。他们太多自己内心太多约束了，自己内心这个什么道德感，那个什么框架，这个那个的就很打架，然后来服务我们的客户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就是绝对的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没有我们的真理就是客户的需求，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就这一条，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其他东西都不重要。我们现在一共有4个老师。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左上点关注。又卡了吗？过一会儿就好了啊！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啊！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想找我们1v1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连麦的宝宝要到我们的圈圈里面去看连麦规则，然后不要相信任何人给你们发的某信啊！金贵的唯一渠道就是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啊！来，下面。Hello， 你好。Hello， 曲曲能听到吗？你好，Hello， 你说。曲曲你好，我关注你好久了，然后从你的直播间也学到很多东西。我就是今天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就是我是大学艺术本科，今年大3，然后我认识了一个大哥，他是就是我是跟他出去玩之后，我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价我之前认为他就是几个亿那种嘛。然后我和他是去年8月认识的，是在一个饭局上。但是他比较异于常人，他拿的手机是那种小手机按键的。然后我当时挺想加他微信，但是就是没有加。然后后来，我们3个月没见面。用诺基亚用诺基亚。对，就是那种手机。多大年纪了？这人60了吧得有？没有，他是80后。哎呦我的妈呀！那这干啥的呀？这多少干点有点不正经啊，这行业。就是他是那种家族企业，很大一个家族企业重工业。然后我看他那个身家好像是在那个胡润百富榜里。然后我和他3个月没见面，因为那次没加上微信。然后后来偶然一次机会又遇见了。然后他那次留了我的手机号，然后就之后约我出去玩。但是他这个人我不知道是特别正还是怎么着。他开了2间房，然后我带了一个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姐，因为我觉得想让人帮我拿一下主意嘛。出去玩，然后我们去了海南。当时他是说我在哪个城市，他就来找我，就我觉得他这个人比较好嘛，人品。然后我们就去了海南玩，就12月份，然后就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我行为有点变性，就是有点吃醋那种占有欲强，真的。然后就是就开始吃醋了。
没有，他第一天的时候就说带我去免税店嘛，然后他说我问他你要买什么呀？他说给我买小包包，然后我想着那肯定看到了，那才是实际的嘛。然后他第二天就真的给我买了一个稀有皮的迪奥的包包，然后还给我买了鞋子什么的，然后他还想给我买2个包，然后还有衣服。我觉得天呐，这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也第一次遇见这么大方的。然后买完东西我们就回酒店了。他说上去休息会儿，但是我们不是2间房吗？我想着可能那什么，然后我就赶紧给我姐妹发微信说让她来敲门，说叫我们去小阳台喝酒什么的。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太刻意了，还是他发现。然后但是晚上聊完天，他说让我好好找一个男朋友，什么怕耽误我什么的，就他一直叫我小孩的叫。然后呢？然后我就有点着急，因为毕竟这么大方嘛，然后第一次遇见。不能着急啊，这着急肯定不行的，着急就飞了。对啊，然后他就一直怕耽误我怎么，因为他是在围城内。是怕耽误你，他是怕你粘上他。什么叫他怕耽误你？对呀，然后我就一直不敢联系他，就是我们出去了4-5天，然后我们还是在一个地方阳了。然后他阳的时候发烧都是我照顾他嘛，然后他家人在京也阳了，然后他只能就回去了，然后我们一起待了4-5天大概，然后他走了之后，当天晚上我又阳了，然后呢？然后我也不敢主动给他发信息嘛，因为就像你说怕我粘上他，然后我就这1个月我都没有给他发过信息，除了元旦发了个元旦快乐，然后他回了一句，我不敢瞎搞，然后我就来请教。他没有跟你联系过是吗？后来就是对12月出去玩之后，没有，就我元旦发了个信息，那就接着等啊。还要等吗？然后他说过，就是说我10天半个月不联系你没事吧？然后他说，反正也没事，咱们3个月没见，也没事是吗？就是中间我们3个月没见，后来这能有什么事儿呢？你扑了也没个啥。但是我现在就挺想见他，但是我也不敢主动联系他。你为啥挺想见他呢？因为他花钱花得快，花得多。不是，毕竟在我身边他是算一个挺大一个大哥的。唉，你不能这样，你不能慌，不能慌，这个不行的，慌不来，完了，我要上厕所了，我要拉肚子了。你不能慌，真的不能慌。你这个就是慢慢来，慢慢等着他找你，等着。那我们中间有认识的一个人，能通过他就再见面吃饭啊什么的吗？哎呀，你不要搞这些事情。那我就一直在这儿干等吗？等着，不是你主动找他没用，你懂吗？你主动找他，找了以后又能怎么样呢？再买点东西。这也不是我想跟他长期发展。对呀，你扑也是扑个空，知道吧？扑也是扑个空，不要扑。对，然后我现在就一直在等着，我也不敢瞎行动，就来请教一下曲曲。不要行动，没有什么好行动的，没有什么好行动的，等着就好了。那我怕他把我忘了。事实上也是什么都没有，知道吗？对，除了事实上也是什么都没有。你不要动，不要有什么行动，没什么好行动的。他要多主动一些或者干嘛的，然后你们2个人之间有了更多的这种暧昧的成分啦，然后呢，或者说还有再见面，再有他有付出呀，有这个那个的，然后你才可以偶尔的主动一下。现在不要，没到那个份上。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搞砸，除了就是亲抱抱，他只会跟我牵手拥抱，其他都没有。那就没有啊。这样也可以吗？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这不都是既定事实，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呢？都发生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去琢磨它可以不可以干嘛呀？我觉得我情绪有点扣分了，因为我有点吃醋。已经发生了，这个事儿都翻篇了。你现在干嘛呢？你想挽救什么东西吗？就是挽救一下，就是让他知道我是一个不粘人，情绪他在乎吗？他在乎吗？
你不找他消失，那不就能证明你不粘人吗？你还要怎么证明你不粘人？找他，我不粘人，我不吃醋，这叫你不粘人，你不吃醋。我不是那样的人，这叫你不粘人，你不吃醋。你不找他，你不就自动代表你不粘人了吗？哦，明白了。那我就等着他主动联系我。对啊。好的，曲曲，明白了。还有问题吗？还有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为什么他就是不能跟我确定关系呢？因为，好好读书啊，小姐，好好读书，好不好？多认识几个大哥，没事就出去玩，没事就出去露脸，好不好？谁带你认识的这个局？就一个就是姐姐，她把这个姐姐绑死啊，懂了吗？我跟你讲，这个方向感不要错。这个姐姐只要有这一个大哥的资源，她必然有千千万万个大哥资源，把这个姐姐捆死，这个就是你接下来要干的。对这个姐姐可以主动，随便主动，好吧？金贵的关系看一看，把她这个人脉抓好，她有无数的千千万万的大哥等着你啊。好的，明白了。还有问题吗？然后我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以后和他相处应该是怎样一个就是状态心态？哪来的相处呀？你相处啥呀？你相处他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懂了吗？就是一个圣诞老公公给你送了点礼物，就是这样。这个定位不用相处，没有相处，你跟圣诞老公公怎么相处？你告诉我。明白了。天呐，好了，谢谢曲曲啊。好，就这样，拜拜。你们这些小姑娘就是这样的，一碰到这种大佬啊，晕头转向。妈呀，居然还有人这样给我送礼物，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不要这样，一定不要把核心搞错了，知道吧？那个姐姐才是重点人物。这个姐姐能给你介绍这种第一次见面就跟你上来夸夸买单的男的，我告诉你，这个姐姐是个好姐姐啊！你有没有给她买礼物呀？对不对？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姐姐带你认识这个大哥了，你有没有给这个姐姐买礼物呀？是不是？给这个姐姐好处没有？给这个姐姐投诚没有？啊，对吧？你看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吃干抹净的班子，见利忘义，过河拆桥。你们天天扒拉着这个大哥，哎呀，觉得这好那个大哥遇都遇不到，你有这个姐姐还怕遇不到大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大哥，有了这个姐姐你就有千千万万个大哥，懂了吗？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有些时候啊，你们这些女孩子就是鼠目寸光。被认识到一个男的之后，就觉得我操，这个男的我要把他捆死。结果呢，睡不了2回腻了，搞不了几个包，就吃了几个硬菜腻了。有了这个姐姐，我告诉你，这个姐姐她的功能性可多了，她不光能跟你介绍，她还能帮你跟别人谈好，知道吧？在一起之前她就可以帮你谈好。这个女孩子方方面面都很不错，又很单纯，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她平时都不出来吃饭。这我看到她了，我实在是觉得，哎呀，一定要让她出来见见世面，我才把她带出来的，懂吗？这姐姐一句话不顶你这么千千万万句，在这，哎呀，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没有那么粘人，我没有那么有占有欲，你回来吧，哥哥。有个屁用，对吧？人家姐姐中间再跟你说一句，跟人家大哥说，哎，这个女孩子她很单纯，哎呦，她好害怕的，她出来参加这种局啊干嘛的，她都很胆怯，没有什么人生经验。然后大哥说，那我要找个女朋友，那你要讨好对人家呀，你要找个女朋友，那你得把你先得把条件说好，对不对？那我不能，我的妹妹，那我要保护啊，对吧？那我要给人把关呢。那姐姐这话一说，你说你不就上去了吗？是不是？还有什么？对吧？还有什么啊？哎呀，你们别在那一天到晚的小迷小眼的 A 货吧，这个那个的，我都懒得跟你们扯这野犊子，真的是。来，没有点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大三怎么了？人家大三怎么了？
我说了让他好好学习啊，不要放弃学业啊，好好学习啊。但是这个学业也不能放，姐姐也不能放，懂了吗？学业不能放，姐姐不能放啊。我不上厕所了。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没有加入粉丝团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那个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一个圈圈的入口啊。不是我套路多，是我看的多，我看多了。你自己说100句不顶别人说1句。来下一个来。今天排满了。排满了，今天排满了，不要送了啊！今天排满了。欢迎大家收看这个直播脱口秀恋综节目《姐姐醒了》。姐姐醒醒，我连自己节目名字叫啥我记不清。姐姐醒醒，姐姐醒醒啊！这是一个让猪女孩发光的地方啊！猪女孩发光。Hello， 你好。蛐蛐，你好。是这样的，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就是我那个现在在一个国企上班，然后呢年入大概10几个到20个这样子，然后我跟我这个男朋友在一起1年了，然后他给我花了大概就是在一起1年的时候，我之前跟你连过，在一起1年的时候大概给我花了70个，然后呢他现在说要跟我分手，分手的话给我200个分手费。然后呢我又不想跟他分，然后这个钱呢已经给了160了，还有40个说过2天给。然后还有他公司就是有一些就是公司股权嘛，然后也说给我过2天签协议。然后我在想他要跟我分手给我这么多，那是真的想跟我分手吗？你为啥会到这一步啊？因为就是他被发现了，怎么说呢？不是他没发现我的，是我发现他，但是我没说。然后呢我没说，但是我会吃醋嘛，然后就是有的时候电话打过去，然后反正他就觉得我事儿很多，他就问我能不能好好过日子，然后呢就嫌我事儿多呗，然后他就说为我好。你多大？我呀我今年30。你30啦？男的咋认识的呀？他是我工作上面对接领导的朋友。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我们在一起1年了。你还结不结婚呢？其实是我这个条件好不好？我觉得说他是在我认识朋友里面的天花板。我如果说有他，我并不想结。你可以不结。那你你不想结的话，那你那你跟人上蹿下跳的干啥呢？我是不想，不是那个女的，她是另外一个，她的怎么样的关你屁事？是，我也觉得关我屁事。我听了你的直播，我就觉得关我屁事。然后中间我就也是抗争了很久，然后现在我老实了。你把钱先收了，等着就行了。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我的工作原因，然后我可能要去北京出差，然后1年的时间可能一半时间，比如说1个月，半个月在北京，半个月在我们这边当地。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我们俩的关系是不是就会更加不好？哪个是主线？工作是主线还是男人是主线？他给的多，那他是主线。他给的多，他是主线。问题是他允不允许你把他当主线？他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就在别人公司门口就租个房子把他蹲着，好吧？你把自己公司的工作辞了，在他公司门口蹲着，好吧？我现在家就住在他家旁边。我公司就在他公司旁边。你像个狗皮膏药，我看你长得像个狗皮膏药，真的，你真的长得像个狗皮膏药，知道吧？
那咋办呢？他不知道就是了。哎，我的妈呀，吓人！男人的嗅觉啊，都是很灵敏的，知道吧？就对你们这种女的，那鼻子一凑过去，发现这女的是个一身狗皮膏药味儿，一身狗皮膏药味儿，我根本就撕不下来的那种。你把别人吓死啊！真的是啊。哦，那我咋办呢？怎么走比较好呢？你反正已经，你那个工作对你来说也不是很重要嘛，对不对？对你来说不是很重要，这男的也挺重要。你先把钱收了，然后呢，不要找他，等他找你就行了。基本上来讲，你把米收了，你又不找他，那么他找你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就是嫌你烦嘛。你要让自己身上那个狗皮膏药味儿散一散，他也许也会被迷惑，心想是不是我误会他了呢？也许他没有之前我想的那么粘人，其实他还是可以跟我了断的，他也许就会又不会跟你断，因为正常来讲，给了分手米的男的都不是真的想断，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打破你那个狗皮膏药的人设。那这个真的是我每天都在想，我的心态一定要稳定一点。你新贵的关系学没学？看了2-3遍了，我这猪脑。狗皮膏药，妈呀！我们的金贵的关系就是帮你散味儿的啊！真的吗？那我再回去多读2遍。就跟那个群里的小姐妹多沟通一下，让他们多骂骂你啊！哎呀，30岁的人了，好吧？你说，我就想，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个主要是条件不好。你说我这样子，一条路就是要么跟他分手，要么就是跟他生孩子。但是生孩子这条路不好走。我了解过的他的前面的几个女朋友都有为他夹过娃娃。对。哎，你呢也别想那么多，知道吧？真的也别想那么多。对于你来说，你看啊，你这个人吧，也蛮现实，也蛮物质，对吧？扒这个男的，恨不得给他扒层皮。你们像这种类型的呢，你跟他分了，你再去找个正常人谈，你也谈不好。我就觉得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但是呢，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线吧，35吧，好吧？你别搞久了。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天哪！35吧，但是呢是这样的，你到最后，你现在如果能往下走的话，你到最后1-2年的时候，你必须要就是你这几年你要把情绪价值拉到一个程度，知道吧？然后呢，付出拉到一个程度，你说你到了那个年龄，你不管是跟他能够带球，还是说你到时候去出个国去找或者干嘛的，都是这样子的。他现在跟我讲的要跟我分手，就是说，看我年龄大了，不是怕我嫁不出去了。他说让我跟别人先结个婚，生个娃，后面再跟他。不扯犊子嘛！你能跟谁结婚生娃呀？你他妈的那个心的恨不得，哎呀，完了，我的金蛋跑了，我的金蛋跑了！你每天我怕你觉睡不着啊！你跟别的男的，对呀，我真的怕你每天觉睡不着啊！我的心态不行啊，每天都是。我一听你这就知道你是这个路子的。我跟你说。你就是先断联，好吧？先断联吧，等他找你吧，等他找我。把米收了，我们每天找你吧，我们每天也都会联系就是了，也就正常沟通。对，那就接着正常沟通嘛，先把米收了嘛，对吧？对，没错。以分开了的状态面对他，以感觉自己跟他是朋友的状态面对他啊。现在开始吗？对。好。好，就这样。好嘞，拜拜。有些男的呀，真是活一辈子没活明白。要不是因为有些男的活一辈子没活明白，咱们这个事业也不会有突破口。真的，千万不要妄图一个狗皮膏药的女人会改变。真的，这是广大的男性啊，广大的大佬们啊，我不知道我直播间里有多少，我跟你们真的，我这发自肺腑的跟你们讲一句话。
千万不要指望那个狗皮膏药女的会改性子，知道吧？就跟女孩子一样的，我跟你们说，千万不要指望一个抠搜男他会变成一个大方男，是一个道理。你千万不要指着那个狗皮膏药女的会改性子，知道吗？你们看那个宫斗剧里头，那个使坏的他就是天天使坏，那个争风吃醋的他就是天天争风吃醋，知道吧？那个他就是要母仪天下的那种人，他就是状态，他就是松弛，改不了的，我跟你说，真的改不了的。那我这看的不要了，那狗皮膏药他就能装一阵子，他装一阵子他就又粘上去了，他就又贴上去了，他又要死要活，他就是个轮回，他改不了的。他那个人生的那个主系，他那个人生的那个内核，他没有办法，他稳不下来。他在我们这就是他在我们这他妈包年，要把老师多少这样的，我以前认识多少年的女孩子就是这样的，自己都不知道是个3、4、5、6级，然后还要跑到人家那个比他还早的3、4、5、6去捶门，还要去捶门呐，上门干架呀！哎呦，各种调监控啊，哎呀，什么的，找人搞聊天记录啊，跟着你呀，哎呦什么，然后把那男的去的所有的商 K 的那个什么MOM 啊，全部加一遍。只要那男的今天去了哪个商 K， 他妈就能在那个包房门口蹲着，知道吗？哎呀，我跟你们说，真的是这样的。哪有什么说不在乎就不会粘的呀？别跟我扯这个套，他们在乎啥呀？他就是怕那男的米飞了，知道吧？他就觉得我1分钟不把那男的看死，他这米就要花别人头上去了，就是这样的。哎呀，所以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啊，也是活不清醒的，在这个事情上也是活不明白的。他就是被这种女的搞，他不被这个女的搞到最后恨不得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都不醒悟。那很多男的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吧？哎，那个秦某愤不就是这样的吗？不清醒的人真的是不清醒的人。我告诉你，像这一辈子他跟你够搞，知道吧？你遇到这样一个女的，她一辈子跟你够搞，她他妈上蹿下跳的跟你搞，最后把你搞得精疲力尽。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哎，洋洋你好，不，曲曲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是非常有点激动，就是非常喜欢你啊，就是也是觉得现在的小女生能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遇到你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我的基本情况呢是这个样子，我是40岁，然后呢，单身带了一个小女孩。啥？40岁啥？40岁，然后现在是离那个扯了快乐证，然后带了一个女孩。在我20多岁的时候呢，我遇到一个苹果，然后当时因为我的主要诉求，第一个是走婚恋关系，自己想结婚；第二个呢是看中他手上的权；第三个呢，那个时候比较小，也不懂什么情绪价值，所以呢，我跟他的相处关系，他对我刚刚开始还是比较大方，但是后来因为他提了几次说我情绪价值提供的不到位，我又是跟别人直接怼回去了的。然后他可能也意识到了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是他图我的东西，他图我的女生的东西，我图他的权，所以呢，我们的交往就比较淡了。因为而且他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他在高位，我在低位。然后就相处了很多年，相处很多年的过程中呢，他以年来计算，看他心情，或许一年他给我1到2个米，也或者就白。啥叫1到2个米啊？啥意思？不是，就2个米左右吧。啥叫2个米啊？2个米是啥？2万。2万，一年2万。对，然后一年2万，我没搞错，是200万吧？2万，没有2万，哎，挂了，换个直播间连位，你干嘛呀？
没有，然后是那个，我不是说遇到你晚了吗？那个是我20多岁啊，然后后来他在位的时候呢，他确实也是因为我的工作竞争很激烈，然后我就需要他在关键时刻出来帮我保住这个工作，然后呢，他确实也是在关键时刻保住了我的工作的，也是我通过他的权也是收益了这份工作。然后他后来也有就是这种情况，就是1年就存0没有，就是白批。然后后来到了现在，他已经退位了嘛，他已经退休了。然后退休以后，我也接触到了就是网络上的信息，然后自己的思维也变了，但是现在年纪也上去了。然后我跟他的相处模式就是，他有时候需要找我就过去一下，然后反正关系一直没跟他提供情绪价值。我一直以为他是他是在围城内，但是呢，他是异地分居，他在我的城市，所以呢，他每天会给我发早安，然后也会给我发他吃的一些东西，就是每天的午餐、晚餐。我就一直从他午餐、晚餐，包括他对我的需求度来说，我一直以为他只有我一个女生，因为他的早餐、午餐都非常简单，一看就是一个人吃的饭菜，也不是很丰盛的。然后事情发生是什么呢？我有一天在他家里面吃了饭，他很高兴喝了酒，然后因为他有点喝醉了，然后我就说我去洗碗，这个时候就有视频打过来了，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然后那个女生明显在高位，然后感觉他们关系已经很深了，而且这个女生的感觉给他提供的情绪价值应该是很到位的，就是表现出来是对他非常有占有欲的，而我对这个男生表现出来就是说没有占有欲的，就常年都是这种。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对话内容就说怀疑他家里有人，让他关电视，他就关电视。然后那个女生又说不相信，说那你就到2楼去，他住的别墅嘛，就说那你到2楼去啊。然后这个男的都为了让安抚这个女生，他不敢到2楼去，因为2楼有我的东西在，还没拿走。然后他就在这个圈就在他1楼晃了一圈，打着视频就打到了那个厨房的门口。这个时候我碗也洗完了，我回头一看，然后呢我没看到那个女生，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男的是在视频而不是在语音。后来我就问这个男的，挂了电话以后我就问这个男的，我说这个女的是谁？然后他说是他妹妹。我说你外面认的妹妹吧？他没有否认，然后他还对我发脾气，他说你在那不高兴什么？我说那我做错了什么呢？我说我在洗碗，是他打电话过来的。然后我说我一直以为这么多年你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他就开始赌咒发誓，他说他就是他就只有我一个人。赌咒发誓是基操对啊，所以我没有相信，但是我就开车就走了。现在呢，因为他退了以后呢，其实我开始向他索要，就是说米了，因为他没权了嘛，我就要米了。然后米呢，他也给的很大方，就抠抠搜搜的，就1年也就5六个。就差不多了，你是不是就是想让我换个直播间？然后因为你晚了呀，这个年纪大的。然后现在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40岁了嘛，然后市场面也很宽，也不宽了，就属于乡捞。然后有个男的，这个偶尔给5万啊，也可以吧，因为他也没让我天天陪着他。然后我觉得，但是我现在觉得，他现在很奇怪的操作啊，就是他第一天他给我发早安，没理他。然后他接着给我发日常，中途他问了我一句，他说昨天晚上我喝醉了，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你告诉我，不理我。然后我依然没有理他。接下来是加装疯卖傻。对，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啊，他就一直按照正常的，就我不理他的情况下，他一直给我发早安，他吃的啥，就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就我不理他的情况下，他一直给我发早安，他吃的啥，就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提问快点。提问是我现在怎么操作？我觉得放了还是可惜了，因为我现在闲着。然后我也不需要天天。哎呀，你既然不想放嘛，那你就接着跟他处嘛，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之前甩的，第一我情绪爆发了，在他面前把这个事情错过了。点嘛，你那个，你给我多少个 W， 我要去买个东西，就自己下台阶，好吧？你就说之前的事我闭口不谈了，他现在还在给我发。
对呀、你就直接跟他发一个，你就说我要买个什么什么东西，你给我转多少多少米，就这样。我不需要跟他忆苦思甜下陪了他10年吗？不需要啊。也不需要点破那个女生吗？不需要啊。那个女的很好解决啊，下次她再跟你在一起又接视频电话，你就直接老公你在跟谁打电话，不就解决了吗？你这跟他2个人聊什么天呢？聊的都是屁话。哦，因为我是想的那个女生现在是在高位嘛，因为新鲜嘛，对吧？哎，关你屁事！你只需要捣乱，关你屁事！你先把米拿了以后你就开始捣乱，不就完了吗？哦，那我就什么都，他现在给我发，他今天又给我发了吃啥，我直接不接他吃啥，我说我最近想买一个什么东西，对，我说要不你给我报一个。不用这样说话，你就说我要买个什么什么，我今天要去买个什么什么，你跟我转米，我要去买，就这样。他多半不会转的，他在我面前抠死了。哎，你就让他转嘛！你说你啥意思啊？啊，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不肯付费，就搞他嘛！妈一把年纪个臭老头，搞他嘛！真的是，我也是属于西洋捞呀。你是稀巴烂，什么西洋捞？你还给自己发明了一个词儿，西洋捞，你笑死我算了，你笑死我算了，你这个自我定位可以的。对啊，我不是都40岁了吗？不是香了。我们这40岁的女客户都比你清白多了，好吧？别人才不跟这种老头耽误时间呢，别人怎么着都得换一个在位的，好吧？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因为工作原因吧，然后和我就是单位上现在可以给我工作关系一个，但是他比较年轻啊，然后我是主动发了点糟的，然后他就属于他非常担心，估计他可能还想往上走的，所以就他偶尔招惹一下我，但是也不具体有实际太多的行动，然后现在我觉得发现他有点后撤了，然后我要是主动一点嘛，还是先稳一下，因为我怕我太上头。你别上赶着了，上赶着干啥呀？有啥好上赶着的呀？我们的9球理论说了的，男人把你已经打到洞口了，他现在换球打了，好吧？对，你不用上赶着，你们上赶着干啥呢？对不对？他上赶着的时候，你就开始引导付出，你们这个操作的不对。他上赶着，你就开始引导付出，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女儿，这个男的他是拿捏我的，他是明说了的，他说他可以保我那个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但是他说他比较白，他米是不会付的。但是我是真是有点喜欢这个男的，所以就这样，算了。行好，谢谢。今天搞新词的西洋捞，我是真是牛。666啊！你们双击666，你们太厉害了！你们这一个二个的，笑死我，笑死我了！姐姐们可以的，姐姐们自己把自己定位定的倒是蛮好的啊。来，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先点波关注啊！我们今天直播被关了2回了，就是因为这些啊，你们这些三观不正的。把我们这个绿色直播间搞关了2次，你们要赔我精神损失费，知道不？没有关注的先点波关注，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啊！加了粉丝团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我们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找我们团队 EV， 或者是要链接我们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大家给到一个圈圈的入口啊！来下一个。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西洋的啊？青年捞，来，Hello， 你好，你好，万事大吉，万事大吉，你离开了，万事大吉，万事大吉，说话，海绵，你好，哎，喂，哎，听得到吗，曲曲姐姐？听得到，你说。就是那个，我这个是说起来有点惊吓吧，对，有点难以启齿，就是我有点不是很直，
那个来说吧。但是还是有问题，希望向你求助。对，那个我喜欢了一个女领导，对，然后她现在女领导，女领导，对，是的，有点惊吓。那个我现在是98的，然后她是20岁带的我，当时她是我们部门的负责人，那个时候就是比较一种很无助的那种状态，人也当时一个人来到异地，因为靠家里一点关系进了国资嘛，然后他就是一个人带着我就是干事情，然后后来过了3年之后，他就往上升职了，就是从部门负责人升到了副总，跟他也有就是差不多三四年的感情，但是中间一直都是没什么，就是比较崇拜他的那种。后来从去年开始呢，他就是我们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就来了一个男的，就是差不多30岁，然后1.8米，长得还可以。他就跟后来我这个老板他就可能看上了这个男的，你知道吧？你这老板不喜欢女的，你喜欢女的。我跟你说姐，他就是比较海王的那种，男的女的都可以。他之前我没有听过他那个女的情感关系的那个历史，但是他是围城内的，然后他一直能感受得到我对他强烈的那种喜欢吧，然后后来他就有时候就吊着我，你知道吗？到后来的时候，然后去年的话，每一次我回家，他都会给我拿点东西，就是让我带给我爸妈。后来就是去年那男的来了之后呢，他就挺喜欢，应该我不知道是喜欢，后来就跟这男的勾搭上了。他是83年的，然后这男的是93年的，那挺好。然后你有啥问题？关你什么事儿？现在你有啥问题？我去年下半年那半年，我都是晚上，就是把我搞得晚上睡不着，早上睡着了5、6点钟醒来的这种状态，就特别的焦虑。后来现在呢，就是跟他的关系，对他就是久了之后，对他有点厌恶心理，就是因为他跟我真的以前很好，包括他现在在公司里也能直接或者间接的给我一些帮助，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维系这段关系了。现在你跟人家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吗？没有。你纯精神上的。是的，纯精神。他对我不是纯精神上的，他对我，因为是这样子的，姐，就是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天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是逗了我一下还是撩了我一下，他就给我屁股打了一下，真的，然后他说我这算不算揩你油啊？我说是的，我说揩我油要负责。哎呀，这跟我搞超纲超狠了噻！你不要难为我好吧？这你怎么这么难为我呀？我真的你们哪里我做错什么了？我改还不行吗？你们怎么这么对我干嘛呀？这不就是纯精神上的吗？这在马路上有的人他还能把你捏一下跑了呢，这是。然后你们这也能算啊？这也能算数啊？然后没有，你听我讲，然后我说是的，我说算，我就开玩笑说嘛，我说要负责，然后他就说没问题，然后我那天我刚好我就回家了嘛，年前的时候，然后他又拿了一盒那个燕窝给我，让我带回去给我爸妈，然后拿回去我妈就说，她说那个人家对你挺好的，就是他这种工作关系领导一般领导不会拿东西给你送回来，然后我就是他说，然后我爸妈小姐，你呢要谈恋爱，你就去正常找个人谈恋爱，对不对？
你找个能跟你谈恋爱的谈恋爱，好吧？这个他就是你的老板，是你的领导，他现在呢就是在情感上把你挂着，然后呢让你对他忠诚，好好的为他做工作，对不对？他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啊。你想怎么样呢？这个女领导，第一她有家室，第二她还有男朋友，她跟你这些屁也不是，就是给你送了点礼物。送了点礼物，他只是为了给你示好，然后让你好好给他工作。他也知道你喜欢他，他就是把你挂着，为了让你好好跟他工作呀。我跟他好好工作，我其实他没必要选我吧。怎么着呢？你就觉得他喜欢你，你就觉得他怎么着你？没有啊，行动才是态度呀。他的行动就是他喜欢那个1.8米的呀。这个就是他的行动呀，我就不信他跟那个1.8米的就是玩精神的，我就不相信，就只停留在掐一下你的这个阶段，我不相信，打死我都不信。我也不信。那不就这样吗？那你扯什么犊子呢？人家跟你又没到那一步，人家这个明摆着，人家还是喜欢那个1.8米的，对不对？那他还算了吧，我跟他不可能的，我也不会想。对呀，说得好啊，说得好。你本来是不可能的，你要找恋爱对象你就出去找，跟谁谈爱跟谁谈跟谁谈。这个女的她又不想跟你好，她只不过是把你吊着，然后让你为她工作，仅此而已，然后享受你对她的这种崇拜，仅此而已。我们之间没有太大的那种利益关系。那你换个工作呗，你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内耗呢？你换个工作行不行？找个男老板，找个男领导行不行？那我现在接下来该怎么跟他相处？还是说像现在处有啥好处的呀？工作多少钱呢？一年？没办法，脱离不了。聊啥？脱离不了的呀？啊？因为如果我出戏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就是找到更好的工作了，已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国资挺难进的，然后包括我现在的能力。就是也没有，那你去找个女朋友，对不对？把自己的注意力搞出来也可以啊。你跟他有什么相处不相处的？你跟他不存在相处不相处，人家是你的领导，你是他的下属，有什么相处不相处的？好好做你工作。就是以前我对他就是一直很好，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对他就也不找他。然后也对他不太好了，就可能以后久而久之之后，他对我工作，我跟他关系会疏远了。久而久之，他对我的工作可能没有就是太多关联了。你先去谈个恋爱，把你的这个爱情的这一部分的注意力先寄托到别人身上，你才有可能把这个领导当做领导来看，懂吗？你要借助外力的这个力量，把你自己的这一部分的爱情的这一部分转移出去，你就能够用一个比较正常的下属对领导的讨好姿态去对待他，内心不波动，你怎么讨好都没问题啊。你本身在单位里讨好领导就是应该的呀。就是还是要讨好的那种心态。但是你要把你爱情的这部分剥离出去啊，要不然的话你老是纠缠不清啊。好吧。我谈那怎么那还得找个男朋友女朋友，你别找男朋友啊！你找个男朋友，你别害别个男的。找男朋友，你们这害别个男的干什么嘞？你们这是有事没事干的。那下一周之前还说下一周约他吃个饭呢，就是吃个年终饭。小姐，停止做梦好吧？这人跟你没关系行吗？人家就是你的领导，你停止做梦啊！他那个你们俩没希望，你们俩没戏。他算我知道没戏。我就想问他那个行为，他是逗我还是说吊着我？我都说了吊着你，我说了8遍了。好，行，好，那我没问。你们以后这种问题不要来问我啊！我回答不了啊！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就是俗不可耐，知道吧？我这个人什么呢？我不管你喜欢什么性别，但是很简单，我认为不能深入到这个叫什么？
不能深入到肢体沟通的关系，它就不能称之为恋爱关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的俗不可耐，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如果我跟一个人的关系，它是停留在精神层面、语言层面，那么这个关系于我而言，它就跟什么恋爱呀、什么爱情啊，就是没有关系，懂了吗？像这样的，我搞100个，我可以搞100个，我可以跟100个有这种语言上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但凡不深入到那一步，那都不叫恋爱，在我眼里就是这样，好吧？哎，我这个人就是俗不可耐。我认为爱情我无法脱离这个肢体语言，我脱离不了，好吧？我就脱离不了，我明说我脱离不了。你们为什么我解决不了你们这类问题呢？你们可以玩灵魂碰撞，这多牛啊！你们可以玩，你们可以玩精神碰撞、灵魂碰撞，我的妈呀！啊，可以不深入到那一步，我的天哪，我不行，我理解不了，我这卡壳了，我看不懂。就没有那一步怎么爱得住呢？我爱不住呀，你们怎么爱上去的？我都没有办法换位思考啦，知道吗？没有就爱不住，我换位思考不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上的头，我不知道，没有那一步我上不了头，我没有办法跟你们换位思考，知道吧？不就是勾搭，那就是我想勾搭你吗？我就好像女孩子，我有的时候我撒个娇，对不对？哎呀，你帮我拿个东西吧，哎呀，你帮我把这个做了吧，哎，我没有时间了，你能不能帮帮我？这怎么着呢？这我得对你上头吗？我还是跟你谈恋爱？不需要啊，我可以对10个人，对100个人都可以这样啊。我但凡没有跟你深入到那一步，那是爱不住的，好吧？我就是觉得你们也应该有点这个思维，不要跟个小朋友似的。我知道啊，我知道同性也有这个，我才会这样说的呀。我当然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过呀，他怎么爱住了呢？怎么就爱住了呢？我不懂啊，我真的不懂啊。你有点什么？你在爱住啊？啥也没有，人家给你送了盒燕窝，爱住，人家把你捏了一下，爱住，你这咋爱住的呢？我不太懂，我真的不太懂，你知道吧？哎。我精神不了，好吧？我就是俗不可耐，反正我这个人就是三俗，而且就算是我的精神已经被你调动了，但是在最后那件事情上，我觉得不太好，我也爱不住了呀，那我也下头了呀，就是我怎么都会下头的呀。是不是？就这个环节，它是我这个爱情的完整度拼凑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呐。没有这个环节，我都爱不住呀。我有了这个环节，我觉得不满意，我也爱不住啊。天哪，你们不要再拿这种问题来难为我了，好吧？我哪儿错了，我改还行不行？没有关注的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你们千万不要把我直播间节奏带偏离了，我真的回答不了，你们不要搞得跟个小品直播间一样，好吧？来，没有学习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想要找我们团队1v1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来下一个，我们是脱口秀，不是小品，好吧？Hello， 你好。哎，是我吗？哎，是你呢。是的。哦，那我把声音调大一点啊。好像只能这么大了。说。啊，等了一上午了。然后我是那个金贵的学员。稍等一下，我昨天还打了一个草稿，就是今天要讲的顺利一点。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在对碰上面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是想听一下你的意见，我应该怎么去应对？因为我现在的时间节点也比较关键，因为到了34、35这样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了。我想你呢站的比较高，纬度也比较高，应该会给我有比较好的分析。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的那个基本盘，我现在是34岁，马上35，单身未婚，学历呢也比较普通，家境呢也是比较普通，但是父母呢还是比较恩爱。
我的身材和长相呢还可以，化个妆能达到7分左右。就是我30岁以前呢，一直都在广州做生意，有赔有赚，然后买了2套房子公寓啊，总价值差不多200多万。但30岁以后呢，我就转行了，做那个珠宝鉴定和珠宝的直播带货。现在在那个某抖某音上面，就是经过了这3年的学习和沉淀呢，现在也基本上都在行业头部的公司工作，一年保底差不多是在30W 左右。但如果有机会有可能的话，可能收入能够去到100以上。因为这个直播带货呢，它需要好的团队，就有这个爆发的可能。我也是能够 hold 得住几千个人在线的场，转化能力还不错，但是这个需要一定的机会。现在呢，我就是在对碰，就是学了我们的金贵的关系，把所有的渠道都打开了。因为我34了，也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间，我现在就开始规划了。我以前呢就是个傻白甜，就是非常傻白甜，就一心搞事业，很高冷，非常吃男人的情绪价值。我所有谈过的男朋友全部都比我差的，比我好的我根本不懂怎么谈，就是那种很高冷，事业美女配舔狗的组合。以前人也遇到过很多大佬，由于不懂也不会相处，只会把那些就击退了。通过这段时间我学习我们的课程呢，我认清了现实，知道了一些底层逻辑，我就开始反省自己，开始呢对碰，然后呢但是我发现对碰上的男的呢，就是极其没有耐心，因为我也是34了嘛，可能这个条件也摆在这里，不算特别好，但也不是说特别差。大部分见面的男的见1次或者见2次就要开始逼我了，就一定要跟他们确定男女朋友关系。我都还没有分清楚他们到底是短则还是长则，然后就要开始要先确定啊！你这学了个啥？那是，所以我就是想，这个到底是我怎么操作？我嘴上先确定啊，避免被白批。哎呀，嘴巴上先确定，知道吧？人家要跟你谈恋爱，你就是往下走，往下顺就可以呀。你说我们可以谈恋爱，但是我们要往谈婚论嫁的方向走哦。你先给他画饼啊，对不对？因为我其实我是同时在跟好多个，比如说10个8个的在聊的，对啊，其中5个都要确定关系，那我咋整？都确定吗？真的吗？那可不是吗？没有让你跟别人怎么样啊，只是让你嘴巴上跟他确定一下，咋了呢？他又不知道你跟别人还确定了。原来是这样操纵的。对呀。那我学了那我学会了啊。对呀。可以。先嘴巴上确定嘛，对不对？而且呢，全部叫宝贝都不会叫错。对不对？我明白了。那行，那我这个问题我就解决了。然后再就是就是同时往下推进，推到哪一步，哪个先来了就跟哪个在一起了。对，先嘴巴上确认完了以后，然后再看表现，对吧？然后别人在里面说，那我不想那么快，可以这样，对吧？然后我们2个人先这样子先谈恋爱，我们先谈3个月，我要看看然后如果真的合适的话，我们再往下一步走，对吧？先身份确定，然后再推下一步。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说过搞钱和结婚是2种不同的方法，那你说我这样的对碰，我也是要先去引导他们付出吗？就是时间节点啊，付出我跟你说的，语言言上的确定关系到真正有什么的这一步中间，就是拉付出的时候，知道吧？我明白了。那行，那也解决了我很大一个困惑了。还有就是我这个，你看一下我这个基本盘，我匹配什么样的男的，是我能够稍微往上爬一爬能够够得着的，因为我也不想再往下找了。我也分析我自己确实做错了很多步骤。哎呀，我跟你说，你不是这个问题，你的对碰所有的对象，你都试图往稳定长期的方向去推。然后最后再对你有所付出，对你就是说确实表现的诚意比较足的人里头去挑条件最好的。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其实我内心是想找一个
对我事业有帮助的伯乐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找一个比较大的老板，做珠宝的老板，然后呢，我是这样在想，能不能做这样一个结合，会觉得更好一点。因为我确实也从内心，那还要找得着啊，姐姐，那不得找得着吗？对不对？对呀，那要碰啊，这是碰到什么拿什么呀？那你碰不到怎么办嘞？尬着。对呀，就是这个时间节点比较关键，因为我在这个对碰市场上面肯定是35是一个时间节点。对呀，我也不能再拖了。对呀，你还想搞大佬啊？搞大佬那没2把刷子咋搞啊？你这又没点经验。是说想找那过去都在跟低价值男性沟通，你怎么搞大佬啊？我刚学，我很多操作有一点违背我的本性，我就感觉有点在吞针一样。对的，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很多女孩子学我们的这个东西，学完了是一种分裂感、撕裂感，对吧？是这样的，撕裂感，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哎呦，感觉吞针一样，很恶心。可能是还没有拿到结果。哎，我跟你讲，真的，我们这个就是这种感觉。学我们的金贵的关系，10个女孩子里面有8个就是你们这种感觉。就学完了，首先第一反应就是反胃，这个就说明这个药劲儿就上来了，知道吧？这就对了。因为你们都是走那个下沉路线的，跟我们这个路子都不一样，你知道吗？对。我大概理解了。好吧，还有问题吗？你分析一下我这个条件，我找一个。我都说了，不是这样的，100以上的，不是你找多少的，而是所有的都先抓进来，然后在这里边去定那个条件最好的，不要用金额去限制自己，知道吗？好，明白。那我这个操作其实很考验技术的，我是刚入门，我还是学渣呢，我同时搞5个，我都感觉会翻车了。那就1v1吧，好吧，这也没办法，这必经之路啊。好的，好，拜拜。谢谢。1v1也是一样的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那个圈圈的入口，你们可以去找我们 1v1，也可以去找我们学金贵的关系金贵的社群啊，这就对了呀。你们不这真的10个里面有8个，尤其是这种一直自己做事业的，那是10个里头几乎有9个半。看我们这个金贵的关系，他一看，首先就是五雷轰顶，首先就是惊呆了，是这样的吗？我怎么你们的这套逻辑跟我们原来的完全不一样，是吧？首先就是五雷轰顶，然后他们在尝试想要去用的时候，就是那种反胃，就是那种撕裂，就是那种反胃，就觉得怎么是这样？这跟他妈吃屎一样的感觉，他的吞针，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是这种感觉，但是一定是你在这个路径当中找到正反馈了，你才会发现，我靠，真香，真香，对吧？哎，没办法呀，你们一直都是找，我跟你们讲，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其他的所有的做情感的，为什么就是有的人你们又拿一些优质男干嘛的去找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解决不了，就这样的，他们解决不了，因为其实他们那套逻辑就是下沉市场逻辑，因为这个世界上90%的人都是很平凡、很普通的人，然后很平凡、很普通的人的那套逻辑，其实对待你再去上则再去找优质男的时候，他们那套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们的那套逻辑根本就不顶用，完全用不上来，就是使不上劲儿，就是那种感觉。那最后你就只能图个自己，算了，搞不了，算了，只能这样。这种东西一定要吃过、见过、用过，你才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来下一个来。金贵的关系也是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一个圈圈入口啊。来下一个，啥嘛公公的什么玩意儿？
你们在说啥呀？不破不立，先打破。喂 Hello， 你好，你好。曲曲你好，我是咱们的学员，但是我是刚学，然后学艺不精，然后就是最近有一点点小问题，然后想请教一下您。您能听得到我说话吧？可以，你说。好的，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是25岁，然后是工科研究生，然后现在在军工研究所工作了半年。我现在有一个工作上的小问题，就是我当时入职的时候是父母的朋友家的孩子，是一个小领导把我引荐到了一个就是兄弟所吧，可能是人家为了避嫌，然后这个接收我的这个领导呢就是比较认可我，但是他现在是一个被架空的一个状态，并且与我的主管领导并不太合。然后我当时进来的时候，我其实是想去另外一个岗位的，但是就是一把手的领导认为我能进来，然后有正式编制有户口已经可以了，不要求太多。对，然后但是就是我这个哥哥他也是把自己的圈子介绍给我认识了，就是在口罩去年吧下半年口罩封控前，然后我们也一块吃了饭，然后就是他这一条队上的另外一个稍微高位一点的领导就直接跟我说妹妹你想做什么，当时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当时觉得因为我刚进入一个工作岗位，不想让领导觉得我太心思不稳定，我就说想稳定2-3年再看看，然后领导说没有必要啊，然后他就说他要找我们领导，然后他后面饭吃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主动加了我的微信也，然后过年后的时候我也跟他发微信啊，说过年好，然后就说想以后有问题想多多的请教学习嘛，然后领导就说可以啊，欢迎你随时过来沟通。然后我现在对这个领导的我是期望的这个目标就是希望是通过这个领导然后给我提供一些信息，因为这个领导可能是会搞一些军口民口的这个融合的一些领导嘛，然后他可能就是面会比较广，因为我们这种单位可能信息不是那么公开化，我是希望就是他能给我提供一些信息，然后在他能说得上话的地方帮我引荐一下，然后我不太想强求了，就说人家领导认可我，然后我也能去到那个岗位的话，但是我就是不想让现在的领导察觉到我有这个心思，就是为什么不想让现在的领导察觉到你有这个心思？你们做事情又要这样，那怎么行呢？就是因为在这种研究所，感觉就是让领导觉得，哎呀，你刚来就心思就不是我不能有一个好，不是这样的，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们这个思路都不对。我告诉你，作为领导，其实他没有说不喜欢有野心的员工的，不是这样的。你没有野心，你对于我的这个团队来说，本身你的意义也就不大，因为你是个摸鱼党，你懂吗？我宁可你有野心，但是你要有行动路径，你能为我创造价值就可以了。对，因为我的这个主管领导跟引进我进来的这个领导他们是不太合的，就是我们不是一条队上的现在。可是你不是说引进你进来的这个人都已经被架空了吗？对，所以我就想换到另外一个对呀，那个地方。对呀，一条心嘛，只能选一条心嘛。你天天跟个已经没落了的人有什么好搞的了？他的价值已经都完了，已经都燃烧了。对，但是我现在的这个领导，就是我这个主管领导，就是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有，因为我要换的话没关系是吧？你要换，人家最后还是会知道的呀。对，我就想到时候直接让他知道。那你不有病？不要让他。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啊，就是人家问了嘛，那我就说了嘛，我觉得有一个奋斗的方向，你说我有一个奋斗方向，这样，但是我还是愿意踏踏实实的做好手头上的工作。但是领导问到了说我有什么方向，那我就把这个方向告诉他，有机会的话当然还是想进步啊，谁不想进步呢？也对，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另外一个是感情上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可能就是就是在单位也比较乖巧那种，然后我们不同部门的三个姐姐给我介绍了3、4个男朋友了，就是然后那个姐姐跟我说，妹妹你要想清楚，如果你找家里好的，咱们系统里的，就可能男生本身不优秀，但是家里条件会很好。然后如果你找自身优秀的话，可能就是跟你这样的学历比较高的，可能就说家里条件会比较一般，你们2个就要奋斗了。对，然后我的认为是就是还是找家里是这个单位的系统里的男生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我跟这种男生接触的话，几个月的接触下来，如果说比如说朋友也见了，或者说家人之间也知道了，走了。还有一个就是姐姐，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因为我在单位的话，可能因为我们单位的男同事比较多，然后女孩特别少，然后像我这种的话，就是我可能长相就是比较好一点，然后就是别人会有那种莫名的，就是我就会在别人的在别人的眼前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的从小的教育都是应该低调一点的那种，就是我在单位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因为我现在这岗位，我也不是想在这长期干出什么成绩，我是想换一个地方的人，就是你换一个地方，你管别人怎么看你呢？你管别人怎么管你？你换一个地方，你管别人怎么看你呢？你管别人怎么关注你呢？你管这些干什么呢？我就是怕到时候如果因为我们都在一个系统里，到时候如果别人要调你的话，我怕有人说不好的。让他说呗，山放在那山高，你让他说呗，他就嘴巴长脸上，他爱说啥说啥。管他说什么。你这些但是来但是去的干什么呀？你做好自己好不好啊？天天关着提没提上去啊？对，就是因为我想换岗位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岗位不是那种很让我体现我自己的价值的那种地方，就是纯做鸡，就一条新的换就好了呀，一条新的往适合你的地方去爬就好了呀。是我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就是像您说的那种，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然后灯就在那个很远的地方，所以呢，中间这个路怎么走？就这么走啊！你天天又关注这个怎么说你，那个怎么看你，你怎么走啊？就是不要太多被别人的眼光所那个。什么叫不要被太多别人眼光所？就压根就是个屁，好吧？你是个什么呀？你就是个小角色、小人物，别人关注你干什么呀？是你放大了别人对你的关注，不是别人真的在关注你，懂吗？好。那我找领导沟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找这个，他也算是弱关系了，我是不是就是找领导去他办公室聊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不聊，就是不那么明确的表达，我想第二次不聊，就是不那么明确的表达，我想调动，看领导问我什么，是吧？该怎么聊怎么聊，直入主题。
你干嘛呀？你还第一次、第二次？那你第一次、第二次去聊什么呢？聊风花雪月吗？聊今天天气怎么样？耽误时间。好。对，好。就这样，拜拜。好，谢谢。我跟你们讲了的，我蛮怕的弱鸡，知道吧？那我蛮怕，就是我喜欢什么呢？我一跟你说什么东西，你说好就搞，我喜欢这样的，蛮好。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这样搞，好这样搞；那个事情不用管，好我不管，我喜欢这样的。我跟你说半天，你就哎呀，他这样说我怎么办？可是他那样说我怎么办？可是他那样看我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我拿个封条帮你把那个同事的嘴巴全部封起来，好吧？行不行？啊，我拿个针线把他们的嘴巴全部缝着，不让他们说话。我这个网卡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我一到家里这网就稀烂。你网啥时候好呀？对，我就喜欢聪明听话的，就是这样的。我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我现实生活中，我交了很多朋友，慢慢的也会被我淘汰一波。我淘汰的就是那个说了半天你仅跟我犟的，我就把他淘汰了。我们 EV 客户也是这样的，我们的 EV 客户就是不是谁都能在我这续成费的。我告诉你们，我明着跟你们说，不是谁都能在我们这续成费的，只要是他1个月、2个月。我发现这女的实在是太喜欢跟我较劲了，较劲，对吧？我说这，她就不停的跟我的这怎么办呢？我第3个月，我就跟我们客服老师我说，第3个月不是要准她续费了，我们不接她的续费了，因为你在消耗我，你知道吧？我的能量也非常的宝贵，好吗？我的能量很宝贵的，我们这个小太阳很宝贵的，大家要保护我，知道吧？要保护我这个小太阳，不要一天到晚的。跟我2个人犟半天把我累死了，真的是。我们有的客户就是被我们这个老师推好服务了2个月之后，把我们一个老师搞神经了，然后推到另外一个老师那儿，然后2个月又把那个老师搞神经了，又推到另外一个老师那儿。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把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折磨一遍。要在我们这续费，然后把所有的老师都折磨一遍之后，然后最后实在是没有人接他了。真的，你们不知道啊，有限的生命啊，真的一定要花在那些就是能够听人劝的人身上啊。有限的生命，让你别纠结这个东西点位，你就把这个点位就 pass 掉，知道吧？你就去纠结那些没有跟我提过的点位，能够跟我提过的点位，我就跟你说了，我只喜欢说1次，我不喜欢说第2次。我家那个商务也天天被我骂，他也是这个毛病。说了1次点，第二回又问一遍。哎呀，我这个火，我就真的往上钻，就说了1遍了，可以了，仅说个什么来？没办法，我在这个事情上我改不了，知道吧？我真的改不了。我就蛮喜欢那种，我跟你说，那个人呐，真的是要看悟性的，人真的是要看悟性。有的人呐，悟性特别高。因为我经手过的人特别多嘛，有的人悟性很高的，就你只要一点他就知道下一步怎么搞了，你只要一点他就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搞了，而且呢，你每次跟他说完以后，他自己会总结，就是可能你跟他说的语言，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种行为惯性了嘛，那我在跟他讲的时候，可能是跟他讲的一个动作，我跟他讲这个动作呢，没有跟他讲这个原理，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就我告诉他的这个动作反推一套原理，然后再来问我说，你的这个动作是不是这样一个原理？然后我会告诉他是的。这种人他的学习速度就是特别的快，他们的是2套逻辑，一套逻辑是什么呢？纠结的人他是什么一套逻辑呢？是你跟他讲了一个动作，对吧？然后呢，他就不停的纠结于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呀？我觉得这个动作不对，我觉得这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你这个动作你不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不放心去做。这就是那一套蛮烦人的那套逻辑。但是呢，有悟性的那套他是什么逻辑？他不是的，他是你告诉他一个动作之后，他觉得这个动作吧可能跟他以前的动作有点不一样，然后呢他就就着你这个动作
再去想说这个动作它应该是什么逻辑能推导出这个动作，然后他再来问你这套逻辑对不对，他是这样的，然后你就能告诉他说你的这个逻辑是对的，他们是这个概念。那我人跟人之间差别可大了，真的差别特别特别大。来下一个来。想不明白就不想啊，也可以呀，可以，好搞，然后就是也可以。Hello， 你好。Hello， 你 Hello， 哎，你好，你说。Hello， 曲曲听得到吗？哎，可以，你说。哎，你好，哎，你好，是这样，我在那个美国之前我跟你连过线，不过蛮久了。然后我现在在美国做那个美业，我现在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他是围城内的。然后我是因为创业初期，比较艰难的时候吧，他给予我挺多情绪价值，就是很多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跟他讲，他会给我一些精神上的吧。但是我们俩之前本来要合作的，然后因为一些事情现在也合作不上了，他也是备受掌控吧，就是他公司不小，但是他有比他大的股东，然后收主了我们的合作，然后现在我们俩就还在持续这个关系。但我想问的是，我怎么能让他对我有一些金钱方面的付出？但是他的财政大权不在他手啊，不在他手上，你怎么让他有金钱付出？你不说鬼话？那你只能以事业的名义了。对。合作做公司咯。他做得大吗？事业的名义，他倒是承诺过我，但是他做的蛮大，不错。做的不错，那就继续延续在事业。但是他找突破口。Hello。对，因为他的那个家里那位是 ，Hello， 听得到吗？是网吗？听得到吗？你接着说。他家里的那个他家里那位是公司的财务，所以他家里的那位是公司的财务，所以我们俩吧，就是像大家，我经常关注你哈，可能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呢，都是画的饼嘛，对吧？没到手里的都不算是什么，但我也不是说非要求他给我什么多大的什么，但我也要有个保障，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也三开头了，所以我只是要一个我跟他。你直接要米是要不来的，听得懂吗？因为我知道这一点，他不可能直接把米给你，他操作不了。操作这个事儿的口子就是以公司名义去操作，投米或者是合作这种名义，这个米才能出得来。进公账只能进公账。对，我明白这个意思。但是之前本来我们走这个路线嘛，但是他的大股东其中有一个是女性，然后就不是很高兴这个事儿，然后最后把我们之前的这个合作就搅黄了。我跟你说啊，你换一个人，知道吧？换一个人，你不要出面，你需要有一个，你也需要有一个手套啊。但是你这个业务它要事实存在呀，它不能不存在啊，它有这么个事儿啊。这男的说白了是你客户没选好，知道吗？因为他自己手上没有什么行动空间，这是客户没选好。你找这样的人，只能你真实的有业务发生，真实的有项目往来，但是呢，你不站台前，你换个人去搞，换个人去当股东。他有这方面的想法，他有这方面的操作，现在唯独的他有这方面的操作，现在唯独的就是他能让我感受到，就是他虽然说拿不出现米，但是他有往这方面努力，就是
像你说的拿个手套呀什么，他在想办法。所以我唯独就是能跟他走下去，我觉得他有这份真心，就是有这个想法跟我往下这样继续走，我还觉得值得一点儿。所以呢，你说的对，客户没选对。所以呢，所以我现在也是想看看你有，所以我也想看看你有没有办法说，能套出线米。那你也说没有办法套出线米了，那你说的方式，那我们就试一试嘛。你就是这个方法，就是教你套出米的方法，你直接找他拿，他都没有，怎么给你呢？你说鬼话，只有他自己口袋里要有才能给你啊。对，他就是自己口袋里没有。对呀，那没有我怎么给你呢？他只能走其实说话走不了丝。对，但换句话说，就像你说的，客户没选对。对呀，就是客户没选对呀。暂时感情到这儿了嘛。哎，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搞米怎么搞？我告诉你了，就是这个行动路径。要不然你还有什么问题？你是想说你对他有多么深的感情，这个话题没有意义，对不对？对，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你就是确认了我的想法，就是搞线米搞不来，然后怎么才能把这个你说的公对公嘛，就是要想一个真真正正能公司对公司的事儿。你的问题是跟这个男的的问题，还是你人生后一步要怎么发展的问题啊？那我后一步怎么发展呢？你多大？你有没有娃？有没有婚史？你准不准备结婚？怎么回事儿？我不准备。我无所谓结婚，我是那个拿了快乐证的，然后我带着女儿，今年32。哦，那就好好做事儿不就完了吗？把业务做起来就好了呀，好好做事儿嘛。好好做事儿啊，再去结识新的人呢。这个人你现在肯定是不能放啊，就是了胜于无嘛，有总比没有好啊。你先想办法喽，想办法先跟他公对公的走起来喽，能有项目赚，先拿项目的钱喽。行，明白了。好吧，就这样啊。好，谢谢，拜拜。拜拜。你有些基本盘呐，这个人他要给你花，他口袋里有，这口袋里的有，这是个基本盘吧？啊，再就是这就是有些人你想让他给你花，他对于自己的财务要有掌控权，这个是基本盘吧？这个是不是基本盘？否则他只能以合作呀。对不对？开公司啊，这个那个的啊，这种名义只能去搞这个东西了，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还能怎么着呢？但是这种的话，这种什么家里那位做财务的这种，这个客户太不咋地了，这客户选的太不咋地了。你只能说先把这边稳住，然后再去挑新客户，就是这样，对吧？来。没有关注的点播关注啊，我们还有20分钟。没有关注的点播关注，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没有看过我们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想找我们团队链接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我们有个闺蜜圈的宝宝之前来了一次，然后呢，我把他的米退给他了。我把他的米退给他了，然后呢，我真的会这样的，就是我觉得首先啊，因为我们的那个客服什么的，他们不会管这些嘛，他们就会先把客户收进来再说。但是到我这一轮之后呢，我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不太行，或者说我觉得你还要再笨一笨，我觉得你现在还在努力吧，或者说你现在这个客户也不太行，或者什么，就是我方方面面我感觉没太大必要，我就会把这个米退给他。然后有的人真的是3进宫，知道吗？真的是3进宫，然后结果又来了，又把米交过来了。隔了一段时间又来了，然后这次跟我说，哎呀，我通过这几个月以来，因为先找我们老师辅导嘛，通过这几个月以来啊，找老师辅导了以后，然后我现在也有了这个小几百的这个存米或者什么什么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是要进来，还是想跟你们链接闺蜜圈。我说行，我说那挺好的，只要大家能收获你们想要的就可以。但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你差点意思，或者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我就不会让你就是这花这个米，我觉得没有用，你知道吧？我就觉得没有用。
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哎，你好，曲曲。哎，你好，你说。我等了一上午，激动。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该不该扯快乐证。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业规划。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异性相处，然后打了个草稿。我条件呢是22线城市，33岁，围城内，一个男孩，父母带，然后硕士，颜值身材7分，之前是地产会计，然后加投资的话年入50-60，好一点的话70-80，然后去年行业寒冬就离职了。但是离职之后呢，因为会计他那个工作我在地产做得很碎，所以这几年也没有什么进修专业，再找会计就是5-6千的工作，我就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事业就停滞不前了。现在就是兼职做个小主播，一个月就18000块钱。然后我对象呢是大学同学，我俩在一起12年，之前他家年入70-80，但是现在就很拉胯。他家那个工厂现在是他哥在打理，我们完全不过问。然后现在呢，他家是每年给我们10，然后去年因为我们买房子加装修加一起300多，他们家都没有出钱，都是我们之前工作攒下来的钱，所以现在也没什么存款。然后我对象的问题就是我想扯快乐证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他不太行我俩就是10点半之后基本现在就是分这个，对，就最主要是这个是分这个，对，就最主要是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不是很有上进心，其实他那个赛道挺好的，但是他就比较固执，他周围好多就一年能赚180，但是他一年赚20-30，他就很知足了。但是除去房贷车贷的话，给到我的基本就是10。然后第三个就是三观不合嘛，说事儿也说不到一起去。第四个就是小心眼儿，我做什么他都限制，我直播也做不起来。然后第5个就是和别的男的相处总有顾虑啊，然后这个是我想分开的原因。然后我考虑不分开的原因呢，就是第一个顾虑父母的感受，因为他对我很好，就是属于100依100顺的那种。就我就是属于结婚10来年，我从来没自己剥过螃蟹，就属于这种，就什么都顺着我，所以我父母就很喜欢他。这种就什么都顺着我，所以我父母就很喜欢他。然后我和父母暗示过2次分手，我父母都死要活，就觉得很丢人啊，周围人都羡慕的，为什么还要分手啊？就觉得我就会成为罪人，然后对宝宝也不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这个岁数了，33，然后再带个娃再分开，我觉得也很难再找到好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周围一直有对我示好的，条件不错的，但是感觉就是想白批，我不知道是不是和我在围城内的这个身份有关，然后就总感觉很别扭，就我和人相处也很别扭，我想要点什么吧，我还觉得没有底气提，我不要吧，我心里又觉得对，就是所以就是一直活得很拧巴。然后有关我的感情的看法，就是第一个，我想要给宝宝完整的家庭，我也不想家人担心，所以我就想找一个人解决一下需求，也不要图人家什么就算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相处又觉得挺没劲的，就光为了那个事儿，就心里还是不太那个啥。第二种路径呢，就是扯快乐证，放飞自我，好坏以后都认了。第三个就是不管他该干嘛干嘛，就是所以想去给我点意见。你现在所处的情况的话啊，主要是什么呢？你要扯快乐证，过不了你父母这一关，以你的对抗感来说，你很难跟他们去对抗。他们一要死要活，你这个事儿就又得停摆。你这个东西是个轮回呀，你怎么才能够完成这个对抗性呢？其实很难。我们常常说拿不起的选项不叫选项，你真的能够对抗吗？这件事儿？我不知道，所以我想听听曲的看法。那我说这样的，我们首先把主要就是因为我和他就是属于我，
实际情况是，实际情况你跟你父母真的我刚才说了，吗？就可以吧。我有很强的经济实力，然后就是在我的事业，就我之前一直是会计，然后我那个工作也就还算体面，我以为是铁饭碗了，所以就也放纵了。现在我就在想，要不要考个注会？但是呢，今年也有朋友找我做那个带货直播，就是他是已经做起来了，他一个月能赚30-40吧，但是还在往上的滚，然后他要带我去做这个，所以说我现在事业上也面临一个选择。是这样啊，能听到我说话吧？能听到我说话吗？能。是这样。能。你有延迟，来重新连一下。有延迟。今天直播糊是吧？你们所以说要把多平台都关注着呀。首先啊。我首先就是说，你想扯这个快乐症也是要有基础的。你刚刚也说了，经济实力是你扯快乐症的底气跟基础，对吧？对。所以你没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其实你跟你的父母是对抗不了的，你自己心里也过不了这一关，因为你没有底气。对吧？好，那么也就是说，无论你后面是扯快乐症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你要获得这个话语权的基础是你的收入要先达到一个程度，你才能去获得这个话语权。那么这个扯快乐症它就不是一个现阶段要了断的事儿，它是要完成了第一个基础之后才能去做的一个动作，才能叫做你能拿得起的一个选项。现在扯快乐症它不是你能拿得起的选项，所以你要先把收入提上来。那收入提上来，你刚刚说你可以去做带货，我建议你去，不用管你这个老公怎么想，也不用管怎么，反正你不跟他扯快乐症，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你直接去就好了。什么考什么注册会计师这个东西肯定没有你这条路搞得快。对，你肯定是首选一个能够让自己的经济实力上升的通道。把这个事儿先搞完了，对，到达比如说我现在一年能够挣到50万往上了，对吧？对，我自己也能养娃，我自己也能过得不错，同时我还能够把父母这边差不多能摆平。这个时候我再干嘛呢？我再看一看外面有没有合适的男的。如果有 OK， 引导付出，让对方先做动作，对方的动作有诚意的情况下，我再来考虑扯不扯快乐症，它是这么个顺序。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你好像觉得是因为你这个婚姻约束了你的手脚，导致你哎呀男人也搞不好啊，工作也不出成绩。不是的，你这个婚姻本质它并没有约束你的手脚。你这男的，你这老公太不打。我老公他特别小心眼儿，就是我和他在一块儿，我就每天他回家之前我必须到家，对啊，不然他就唧唧歪歪，那就让他歪呀，唧歪个没完，让他唧歪呀，他唧歪的时候你就把他拉黑呀，对不对？他唧歪的时候你把他拉黑，对吧？然后回去了你就把他放出来，对不对？你说以后你再唧歪我就把你拉黑，因为我没空，我现在要工作，你会打扰到我，对吧？他不能给你想要的，那么你就不需要去吻合他的那个条件与框架。然后就是我主要的原因，其实钱还是和他啊，钱还是次要。我就觉得30出头就那个啥，以后可还怎么过呀？我现在年纪轻轻，同样一个问题不问2次啊，这个东西不重要，这都是边缘化信息。不想过了，我告诉你了，可以不过，到那个时候你再不过。我又没有劝你非要跟他好，何必跟我讲这个话呢？对不对？我有劝你非要跟他过吗？对，有道理。
那我就先把那个个人欲望先放一放，把那个事业上升通道放到首位，对，然后把事业搞起来之后再考虑其他的，对，然后明白了，然后像这种小情小爱就也不要放在心上，有的话就顺带搞一搞，满足一下自己。对了，谢谢琪琪给我指点了迷津，我整个过年都在想这个问题。好了，好，就这样啊。行。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和男的相处。好，这是后话啊，又开始纠结啊，拜拜。我跟你们讲了的，所有的东西再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1、2、3、4、5，都有一个主次，对吧？1是什么，2是什么，3是什么，4是什么？你把这个事儿捋成这样之后，不要又跳转过来说那个3怎么办呢？那个4怎么办呢？不要这样跟我对话，我非常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对话方式。我跟你讲1、2、3、4，你就顺着从1开始想。你不要，我跟你讲完1、2、3、4，就对，你说的1、2、3、4对，那个4怎么办呢？这个对话方式就是错误的，对吧？你可以说，我跟你说完1、2、3、4之后，你现在来跟我说，那我下一步我要去带货了啊，我要去带货了，那我到时候怎么去跟那个女孩子说我带货的问题啊？可以，这个聊天方式就对了。我跟你说完1、2、3、4，你跟我说，那个男的要怎么处啊？那个男的在哪儿呢？那个男的在哪儿啊？那个男的在你的幻想里头，是不是？这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有的对话会很累，就是这样的。给了你顺序了，给了你方案了，那么你要从头开始捋，你不要他妈又从尾巴开始捋。好不容易跟你把那个毛线球那个线头已经跟你捋出来了，你现在就跟我把那个线头牵着往下，你不要又从中间去薅，懂了吗？又来一遍。那还有你们啊，就是这样说，我跟你讲了半天，我从头到尾没有提过说这老公不错，将就着过。我从头到尾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我没有。这个时候你呢是一种就是一种沟通惯性。什么沟通惯性呢？一直沉浸在自己纠结的那个点位的沟通惯性，就是好像你的父母可能会跟你说，这男的不错，这男的挺好的，你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你可以说，可是我觉得跟他过得很累，我跟他10点钟以后的生活不好。这个是吧？是因为你为了推翻他的这个结论，你抛出来的这个东西。但问题是，你要推翻我的结论吗？你不推翻我的结论，对吧？我也没有让你，我也没有跟你说让你跟这个男的过。你为什么还要拿这个纠结的点位出来说事儿呢？有意义吗？你们不要持续。有意义吗？你们不要持续的活在自己的那个沟通惯性里头。身边有10个人否认过你，所以你就老是在想我怎么去对抗，对吧？我没有否认你，你不用跟我对抗，是不是的？我是支持你的做法的，只是说我认为你这个做法需要一定的主次，一定的先后顺序，你得把这个顺序捋明白，然后再来做，对吧？想着怎么去解决生理问题，那个主次就错了，对不对？再连一个来。快点再连一个吧，连完我要去拉肚子啦。Hello 你好，Hello 你好，Hello 西兰花，你这是什么福建普通话的？西兰花说话，西兰花说话。你是今天最后一个幸运观众，你再不说话，我就要换人了啊！Hello， 你好，曲曲可以听到吗？重新连一下吧。可以听到，你说。好，就是我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个困扰，就是我现在是有一个男朋友，我们谈了差不多3年了。从去年开始呢，就是在往结婚这一步走了，就是准备要谈婚论嫁了，然后。谈婚论嫁了，然后
婚论嫁了，然后那个口罩原因，最后我们就没回去，然后后面就推迟到过年了。当时本来是饭店已经订好了，然后就是已经在订饭店，然后突然到过完年的时候，他爸爸突然意思就突然变卦了，说暂时不见面，然后那个结婚推迟一下。然后他爸爸这边给出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俩现在都没有北京户口，然后就是他爸爸想等北京户口，我们中的一方，就是可能是我先弄到我的那个北京户口下来，然后这样正好一结婚，他爸爸觉得这样比较好。只不过是因为这个临时变卦，搞得我觉得有点郁闷。就是我就在想，那如果一开始就说因为这个户口原因，就是结婚不太行的话。但是后边又一想，但是后边又一想，但是后边又一想也。再连一下吧，等一下吧，再连一下，再连一下。你这显示一直都显示网络卡顿，反正要下播了，再连一下。哎，现在卡吗？现在还可以听到吗？你接着说。我不知道您听到哪儿了，就是说因为刚刚一直在卡。他爸就是要拖嘛，你现在什么意思嘛？对对对，然后他爸的原因就是这个户口问题嘛，然后我们俩大概是去年的时候他们家帮我安排了一个研究生，就是也不是什么很好的研究生，但是就是为了弄这个北京户口后边走那个政策去落户。然后我男朋友他是因为他之前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因为还没毕业他就给跑回来了，所以他现在相当于是没有本科学历，就是可能前年才刚弄好专升本，然后现在在挂着本科。然后他爸爸意思就是可能也有点担心这个原因吧，就是总是说一开始呢说了一个说是我想给你们俩弄，已经买了。对，已经买了。一开始就是奔着这个走，他妈意思就是说，并没有不同意你们俩。你看，我现在也是先经着你女朋友我平时在吃饭跟领导什么什么的，也是再去帮你女朋友看她这个一毕业了之后户口怎么落呀。那你就等着呗，那就是觉得怕你户口落不下来是吗？还是啥意思啊？对，我觉得他肯定是有这个顾虑的，只不过是我男朋友一开始他也去跟他爸讲，意思就是说这个结婚其实跟户口是不冲突的呀，我们可以先订婚或者先结婚呀。但是他爸这个人就是不太愿意跟别人交流，就说你懂个屁，就怎么样，就这样去回，就说我有我的担心，你懂个屁，就这样。他就是怕你拿不到嘛，怕你拿不到户口。是的，我也
就是昨天也去问他了。对，他就是怕你拿不到户口，拿不到户口的话，他就要换人。是，而且我之前我就最近不是有点内耗嘛，我就觉得，哎，那你是不是因为不喜欢我，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也去问过他，他说也不是呀，他说，如果他说就是我们当时这个事儿一出嘛，我们俩心情都特别不好，然后他家意思就是说你们去海南去散散心去这样子，然后本来我们初4就走了，然后初5他们家亲戚要吃饭，然后他爸就说，哎，你们要不晚一天再走，你把那个你女朋友带过来，跟咱们家亲戚一块见面吃饭怎么样？然后跟我说了我不太想去，然后我男朋友就说是你看，就回他们家说，你看你们刚这样子，人家还怎么去跟咱们家吃饭？就这样，然后就是我现在有点不太清楚，因为我确实是不知道这个户口到底是一个挡箭牌，就是一个借口，还是说真的是有这样子的顾虑。不管是因为什么，总而言之就是他爸心里有一些硬性指标，就是有一些硬性指标。现在呢，户口肯定是其中一个，就这么简单。那这个男孩子对你的感情是没有毛病的，没有问题的，那你就等着户口下来。你户口下来还要多久嘛？户口下来，今年是明年毕业大概工作具体应该是工作后差不多就快有了，可能我觉得至少还得2年。2年？对，就是至少还得2年才能下来。对，因为他得等我现在这个研究生毕了业，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拿那个指标。那他爸就是不喜，就是没看中你。我也这样的想过。对，他爸没看中你。那我现在我还要跟我男朋友继续走下去吗？男朋友家里条件很好吗？比你好很多吗？还是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比你好挺多的是吧？对。那还有一条路，就叫带球。这个100%能过，这100%能过，这条路100%能过。你多大？我一开始我今年24。你还小。但是我跟你说白了，这个爸爸呢，他对你的条件是不满意的，懂了吗？他就是对你的条件是不满意的，所以说他就觉得等你户口下来了，说不定他儿子就不想跟你好了。是这样，就是我们俩中间，因为我男朋友他也没有户口，就相当于现在都在帮我们俩办。然后，但是他爸爸就是因为后边要找那个领导，人家可能这2年就要退下来了。然后他爸意思就是说，可能我的户口要先比他拿到，就是怕人家退下来，这个户口就不好办了嘛。就是说，先给我们俩中任意一方，就是我先办上，然后。爸爸一开始还想过，如果我是北京户，然后他儿子跟我结婚的话，然后就可以后边就会也通过那个夫妻投靠落户，然后也拿到北京户。他不能给2年时间，他直接去找个北京户的吗？万一你落不了呢，对不对？在乎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了，户口也许就是一个借口，知道吧？他反正肯定是没看中你的条件。这个是100%的，就是说在没看中你的条件下面，这个户口就会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你连户口都没有，他就实在是觉得没太大必要，他就觉得那你们俩就不如再等等，万一他遇到一个有北京户的条件更好的呢？只是平时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平时因为跟他们家也算是经常接触，然后他们家的态度还是蛮热情的那种。哎呀，他爸，哎，你怎么那么傻呢？他们家越反对，他儿子不是越执着吗？对不对？这家长很懂的呀，他不反对，他就让你们俩自己好，给你们俩2年时间，万一你俩要掰了呢？他博概率，你懂吗？他博你们俩分手概率，懂不懂？他这博概率，他反正什么都顺着你们，那你们2个人万一自己谈不好了呢，就不关他的事了呀，
这爸爸不是搏个概率嘛？说白了他是搏个概率啊，他也正常给你办，对吧？你办了北京户口吧，他觉得你的条件嘛边缘化，他也能接受。但是你没有北京户口，他实在是觉得条件有点不接受，那他呢就拿这个理由正好把你们两个人的时间一拖延个2年，对不对？拖延2年的时间里，万一他儿子自己不想跟你好了呢？他在这时间里面肯定还会让他认识7的8的8的7的这些人呢，对吧？他就是搏概率啊，搏你们俩的分手概率啊。可是我现在这个研究生在读，然后我的学费，然后包括房租还有日常开销都是他们家给出的。你看嘛，这没摆着，人家没看中你的条件嘛，你什么都要对方出，你赶紧带球就完了，绝对是人间正道。我告诉你，你这种条件，你别人啥费用都给你出，人家肯定家里看不中你的呀，这不用幻想，直接带球，绝对人间正道，你知道吗？别的路径都不行。行，那明天的时候，明天他们家吃饭，然后让我一起过去，我还要不要去啊？好，要去啊，该怎么表现怎么表现啊，对不对？该好好弄啊，对吧？干嘛不去呢？你有个啥好硬气的呀？你都说到这儿了，是不是？这费用那费用这费用全是人家给你出的。哪个家长他真的能打心里看上你啊？这种情况，我是觉得这个事儿都发生了，那我去了，我觉得蛮尴尬的。我就觉得有什么好接触的呢？不重要，好不好？不重要，你总是要接触。你想往下走，你总是要接触。你自己的情绪一点都不重要，好吗？我现在我不知道要不要往下走了。我觉得谈3年如果不结婚，那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谈了。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不认为你现在会分，你分了干嘛呢？啥都不要了。我觉得你也不会这么做呀。好吧，时间到了啊。好的，谢谢。拿不起的选项就不叫选项啊，就是我说的，拿不起的选项就不叫选项啊，对不对？一个年纪又相仿，然后又很爱你，又很在乎你的地主家的傻儿子，对吧？然后人家这也给你花，那也给你付出，什么费用都是人家家里在 cover。那这个东西本质上的来讲，别人怎么可能看得上你呢？你这不纯扯犊子吗？对不对？别人家长他也就是怕伤你自尊，人家这家长其实还算是蛮通情达理的，知道吧？他也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女孩子呢，反正呢，这大家都是年轻的时候在一起的嘛，纯粹嘛，对不对？你们有一份纯粹的感情嘛。他想看看他儿子要是在社会上面去历练个2年，还想不想跟你好？这就是他们家的想法。他也不想硬生生的把你们拆散，对不对？他也觉得没必要。他觉得儿子也是真心的，对吧？你们俩在一起也很纯粹，他也不想硬生生的把你们拆散。但是呢，他确确实实看不上，就是他确确实实他又看不中，对不对？所以他明面上说的是，我支持你们，我还帮你们办户口，我搞这搞那什么的。但是他也要在家里动脑子，我有没有机会让他们2个人不在一起啊？对不对？他不能明着搞啊，他只能使这种阴招啊。就是这样的呀，是吧？你不要觉得这个时候你就那我都觉得挺没有自尊心的，人家都这样对我了那样对我了，可是条件悬殊这个东西是事实。你不要这个男孩子，你再换一个，你也找不着这样地主家的傻儿子，这样单单纯纯的就这么爱你，对吧？啥也不看就这么爱你，负担你的所有，哪里再找得到这样的人呢？你真的进入社会个2年，真的就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好吧？绝对就找不到这样的人了。他爸妈很明白的，人家就是搏概率，人家生意人，对不对？人家就是搏概率，说白了就看你们俩掰不掰。我还不相信了。他爸心里的想法就是这2年，对不对？他在社会上诱惑这个那个这个的，到时候还跟你好吗？2年变数多大呀？你要是说你马上半年就能拿户口，那我觉得可能他就是想要那个户口，但是不是哦？你要2年才能拿户口哦，2年的时间变数太大了。我告诉你，只有带球，这个绝对是正道，知道吧？带球，以他父母呢，也不是那种心特别硬的人，他父母要真的心特别硬的人，硬拆也要把你们俩拆了，懂吗？
但是他父母还不是那种心特别硬的人，他们有点半推半就，懂吧？他父母现在就是有点半推半就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俩好呢，我肯定是不想，但是呢，我又不想伤我儿子的心，他就有点半推半就这个意思。你这种时候说白了，球一带，临门一脚，咵的一踹就进去了，就是这样的。别的东西都不重要啊，这别的东西就是真的都不重要了，知道吗？好吧，好啦，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来，没有关注的最后再点播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然后呢，我们每周直播是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想要学习金贵的关系，想要进金贵的社群，学习向上社交，或者是向上链接，以及想要跟更多的价值观统一的小姐姐们来链接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大家一个圈圈的入口，大家想要1v1或者是想要去看我们的直播金句总结的也是一样的啊，首先要找到我们的圈圈，好吧？好啦，我再跟你们多讲一句话，我跟你们说，我身边的大佬我聊了很多大佬都是这样的，就觉得儿子找的这个女朋友吧，方方面面他不是很满意，他就觉得要是他带个球呢，我就勉强接受了，但是他不带呢，我实在是我咽不下去，懂吗？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条件吧，我实在是咽不下去。他要是带个球呢，那就算了呗，那就只能往后走呗。但是他实在不带球，我就想方设法，哎，我给他介绍点别的呀，我再怎么这个一下那个一下，我撼动一下，他就这样，懂了吧？我身边我大佬聊可多了，我跟你们说，我聊的特别多。好吧，就这样了啊，挂了，拜拜。